今天咱们选的不是普通技术标兵，是能给海军撑腰的悍将。悍将！苏维专家撤了3个月，咱们的第1代核潜艇耐压舱焊接也被卡了整整3个月。江汉山同志，你用一把手工氧焊枪焊出的试件过了3000米水压测试，气冒缺陷率为0，比原先苏维专家焊的合格率还高2个等级。咱们核潜艇的脊梁骨终于能自己焊上了。我江汉山没别的本事，就知道手里的焊枪不能抖，俺们的潜艇不能让老外卡脖子。哪怕焊坏1000把焊枪，我也要把耐压舱焊得严严实实。说得好，大伙儿记住，焊枪握在自己手里，海防的门栓才不会被外人撬开。向江汉山同志学习，技术爆火，誓死捍卫海防。工人万岁，祖国万岁！工人万岁，祖国万岁！咱们工人有力量。完了，全完了！焊接程序被远程锁死，这批石板全废了。这不是赔不赔钱的事儿。长枪号驱逐舰的耐压舱要求0.7米缺陷，差1丝都要沉海。洋鬼子摆明了卡咱们脖子，要是交不出样，误了海防工期，咱厂不仅都得下岗，还要担国家的大责任。王厂长，别说后天了，就是再给咱半个月，数控焊都做不到零掐线，纯粹手工焊接要达标，可是想都别想啊！这是要逼死咱们啊！汉山，你可算来了！老大哥故意锁了焊接程序，长城号的耐压舱试板后天就要交，这订单要是黄了，咱博厂几千口子的饭碗都得砸。你给我句准话，还有救吗？锁了程序，咱中国工人的手艺可没被锁。把试板和焊接参数表给我。江师傅，这可是海军要求的0.7米缺陷，纯手工焊，你真的能行？有啥不行的？当年苏维专家撤了，我能焊出核潜艇的耐压舱，今天照样能焊驱逐舰的。你们该下班回家，下班回家，给我留一盏灯就行。就你一个人熬一整夜，怎么焊得完？人多了反而乱，大家伙熬了一天都累了，赶紧回去。明早我保证把合格的试板摆在你面前。拿去测。零泄漏，只是钉在零上，生死不动。我的天爷呀，这是人能焊出来的吗？剩下的试板交给焊接组，按我焊的参数来。汉山，你是咱渤海高商场的救命恩人呐！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给你请特等功。家里的门被老外踹了，当家人不得自己焊焊牢？你呀，就是太实诚。前几年评特级技师，你又推给了焊接组集体，你自己啥好处都捞不着。我都这把年纪了，争那些虚名干啥？年轻人有奔头，咱国家的海防才有希望。上面刚下通知，新的代厂长今天到岗，说是留美回来，要搞什么美式管理。我这右眼皮跳了一早上，总觉得要出事儿。我熬了一宿，先眯一会儿。希望只是我想多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越来越好了。江师傅也太神了！嚷嚷什么？都给我小声点！谁要是吵醒了江师傅，我跟谁急？你说江师傅这手艺到底是咋练出来的？当年为了抢他来焊核潜艇，王厂长在零下30度的雪地里蹲了他3天3夜。他年轻的时候，那可是整个军工圈都响当当的焊神。Oh my god！ 这也能叫工厂？简直是中世纪的小作坊，一股子焊烟、铁锈和腥臭味儿，熏得我头疼。这才是我该呼吸的空气。苏厂长，您刚从漂亮国回来，哪受过这种苦啊？喇叭给我！所有人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听我讲话。从今天起，我苏曼妮正式接任渤海造市场的代厂长。我从漂亮国带来了最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从今往后，国之只认 KPI， 不认资历，不认功劳，不认任何过去的荣誉，只要 KPI 不达标，一律下岗。我苏曼妮的厂子不养废物。这位是新任采购科科长苏明浩，以后厂里的所有规章制度由他负责监督执行。谁要是敢阳奉阴为、偷奸耍滑，直接卷铺盖滚蛋！都给我听清楚了，以前那套论资切的臭毛病全给我改了。从今天起，全场推行减员增效，每个月考核最后10名，直接下岗。现在我开始点名通报：王柱废品率超了3个百分点，扣罚本月全部工资；刘黑这个月串岗3次，扣罚3个月奖金；张秀仪监守自盗，私拿进口特种焊仓，造成重大损失。今天强制下岗，立刻收拾东西，滚出造扇厂。
苏厂长，求求您了，我家老头子瘫在床上，老娘眼睛瞎了，小子才14，全家就指望我这每个月320块钱活命啊！您要是开了我们一家4口只能去跳渤海湾啊！恶心死了！老东西的脏水要是蹭到我的意大利西装，把你全家卖了都赔不起。苏厂长，秀娥嫂子在厂里干了32年，从来没插过一根汗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不能这么绝情啊！闭嘴！这是现代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企业不养闲人，谁再敢替他求情，就跟他一起滚蛋！刘叔，这新来的厂长也太不讲理了，要不咱们去把江师傅叫醒了？现在闹成这样，叫醒他又能咋样？不过，除非他苏曼宁是真的疯了，不然谁敢动江汉山呀？都给我闭嘴！下一个江汉山，没人应是吧？苏厂长，使不得，那是再多嘴，你也一起滚！好啊。上班时间居然敢在车间睡大觉，真把厂子当成家里你热炕头了？你就是江汉山，敢在上班时间公然睡大觉，影响极其恶劣，你被开除了。现在立刻收拾东西，给我滚！啥？你说啥？让我下岗？你个空降的代厂长，凭啥开除我？我在博桥干了25年，昨天老外锁了数控焊程序，我熬了12个钟头，手工焊出了0.7米缺陷的耐压饰板。少在这往自己脸上贴金！你那套自制焊销配方昨天刚用上，隔壁民养厂今天就拿出了同参数的0插碱焊缝样本，监守自盗，吃里扒外。我看你就是故意演苦肉计，赚厂子的血汗钱。这是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王厂长呢？他要是知道你在这儿不分青红皂白，单个长城号项目霍霍厂子，非气炸了不可！你个老东西，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这位是我们博传的新代厂长苏曼妮。再多说一个字儿，我就让保安把你扔到渤海湾里喂鱼！苏厂长，求求您了，千万不能开汉山啊！他媳妇儿前半年刚从纺织厂下岗，女儿马上就要高考，家里还有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全家就靠他一个人养活。你砸了他的饭碗，就是把他全家往绝路上逼呀！老婆下岗，自己上班睡大觉，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博传就是被你这些偷奸耍滑的蛀虫掏空的。苏厂长，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确定要开我？怎么，恼羞成怒了，敢威胁我？我告诉你，我可不是被吓大的。今天你必须滚，博传离了你，只会越来越好。好，我走，但我把话撂在这儿，不出1个月，你苏曼妮就得哭着喊着求我回来。到时候，就算你3跪6拜，我江汉山也绝不回头。求你回来！我苏曼妮在漂亮国见过的世面比你吃过的盐都多。就你这种没文化的老工人，大街上一抓一大把。保卫科的人呢，都死绝了。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拖出去！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不用你们赶，我自己走。江师傅，别走啊！汉山，你走了，长城号项目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博传的顶梁柱拆了，厂子怕是熬不过这个月了。喂，我是苏曼妮 ，Who is that？ 我是王保国。老厂长啊，您怎么打电话来了？您安心在医院养病就行了，厂里的事有我呢，出不了差错。曼妮，我跟你说件事儿，你搞减员生效，我不反对，但凡事得留余地。厂里其他人你怎么动都行，唯独一个人，焊接组的小江，你千万别动，他是博传的魂儿，是博传的根啊！当年我在零下30度的雪地里蹲了3天3夜，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请过来。西江，不会是刚才被我撵走的那个老东西吧？曼妮，你说话呀！你不会已经把他给开了吧？苏曼妮，你愣着干啥？我问你话呢，你没动小江吧？没有，老厂长您别急，我怎么敢开江师傅呢？他正在仓里做高压焊接作业呢，没法接您电话。那就好。对了，那个江汉山，你找个由头把他开了吧。本事不大，野心不小，留着也是浪费资源。老厂长，您说的太对了，我上午刚把它开了。曼妮，我再跟你强调一遍，长城号驱逐舰的耐压舱实验关系到博传几千口子的饭碗，关系到海军能不能按时接装，你必须跟小江同力配合，务必按时按质完成。这个项目要是出了差错，你这个代厂长就别想转正了。老不死的狗血！都住院了还管这么宽？表姐，那江汉山老师傅都被咱撵走了，后天长城号的深潜试验可怎么办啊？还有那批出口的民用船焊缝，下周就要交验了。各单位注意，长城号南压舱300米深潜试验进入倒计时，3、2、1，下潜！
失败了，我们失败了，3年的心血全毁了。这次深潜试验失败，我作为总工程师负全责。不能怪总工。先是漂亮国人背信弃义锁了数控焊程序，又采购科买的劣质钓具装卸时磕了焊缝留了暗伤，我们没人能焊出零掐线的补缝，才导致了这次失败。漂亮国人卡我们的脖子，我们就不搞驱逐舰了吗？当年我们一穷二白都能造出核潜艇，今天我们照样能焊出自己的耐压舱。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30年前，全国焊工技术比武，有个叫江汉山的工人，用一把手工氧焊枪焊出了比苏联专家还高2个精度等级的核潜艇耐压舱焊缝。这是他当年的参赛事件，你们看，完全符合我们的期限要求。成功，你怎么了？你认识他？是他，真的是他，汉山哥。当年我下乡被陷阱伤了脚，是他救了我，我找了他整整15年，终于找到他了。资料受潮损坏的太严重了，只知道他最后留在了渤海。渤海的造船厂有上百个，多的更是有上千号工人。就算是把地皮翻过来，我们也要找到江汉山同志，他是我们长城号工程唯一的希望。我亲自去找，就算走遍渤海的每一个车间，每一片家属院，我也要找到他。江寒山，初中学历，一张证书都没有，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名，原来就是个守着老手艺混饭吃的老东西。开除他绝对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江寒山，船舶工程电大专科毕业，25岁就拿了厂级焊接先进，4次技能考核都是头名。太好了，正好给我当技术口的抓手。表姐，有江寒山当技术总负责人给咱们背书，别说那批进口焊料的虚高订单，就是长城号的专项采购款，咱们也能顺顺当当捞上一大笔。那是自然。江寒山那种冥顽不灵的老东西，挡我财路就该滚。江寒山才是能跟咱们的人，我现在就任命他为长城号项目技术总负责人。苏厂长，出大事了！那台100万进口的数矿焊接机器彻底动不了了。漂亮国厂家说最快3个月才能派工程师过来，长城号的订单后天就要交货了。交不好，你们焊接组的人都是吃鸡蛋的，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你让你有什么用？苏厂长，那可是全进口的精密设备，以前不管出啥程序故障，都是江师傅半小时就能调好。现在他被您开了，我们谁敢碰啊？闭嘴！不许再提那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地球离了谁都远。去，把江寒山给我叫过来。我就不信咱们厂的技术标杆还调不好一台破机器。完了，苏厂长这么急着喊我过来，不会想把我也撵走吧？我可不能丢了工作。江寒山来了，快进来坐，站在门口干啥？江寒山啊，别拘束，坐，你可真是太能干了。刚才我翻档案才发现，你是咱们厂最年轻的技术骨干，前途不可限量啊！苏厂长居然夸我，怎么可能？那个老东西眼里只有江寒山，看来这个新厂长是把我和江寒山搞混了。也好，正好趁这个机会。苏厂长，您太抬举我了，我哪是什么骨干啊？您才是带领博船走向现代化的领头人，能跟着您干，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好，我就喜欢你这种年轻人，你的能力我非常认可。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渤海造厂长城号项目技术总负责人，所有焊接技术和采购验收的事儿全归你管。苏厂长，您说啥？技术总负责人？你堂堂一个专科毕业的技术人才，居然给江汉山那个没文凭的老工人打下手，一打就是5、6年，简直是浪费人才。你的本事全被那个老东西压得没处漏。终于有人能看到我的付出了。你放心，以后在博船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儿。只要你跟我们一条心，好好干，我保证最多半年就让你当主管技术的副厂长。现在就有个证明你能力的机会。车间那台进口数控焊接机坏了，那帮老工人都修不好。你是咱们厂的技术标杆，去把之前调试的时候故意留了程序大的修好。只要把这事儿办漂亮，以后厂里没人敢不服你。苏厂长，这设备是漂亮国进口的，程序全是我从来没碰过核心程序，万一坏了。哎，你怕什么？老厂长都对你这么有信心，你还怕什么？我给你兜着。就是啊，江总工，我和苏厂长都这么看好你，你可别辜负我们的好意呀。好，既然苏厂长这么信任我，那我江寒山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我一定好好修。好，就这么定了。明天江城饭店，咱们详谈长城号工程的核心人才引进方案。你说什么？
博川把江汉山师傅给开了，消息准不准？千真万确，董事长，就是今天上午的事儿。浏阳回来的苏厂长说，江师傅上班摸鱼偷懒，当场就给办了下岗手续。哈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博川那帮蠢货真是瞎了眼，不是看在江师傅的焊接技术上，我沿海重工凭啥把长城号这么大的总包订单分给他们？当年我亲自上门挖人，王保国那老东西防我像防贼一样，我连江师傅的面都没见着。现在好了，他们居然把江师傅给撵走了。董事长，那博川的分包订单，咱们还要不要继续履行？履行？想多了。江师傅不在，就等着博川违约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江师傅挖过来，只要能把他挖过来，以后长城号的所有订单，我们沿海重工自己就能全部接下来，再也不用看漂亮国的脸色。李秘书，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人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联系上江汉山师傅。不行，我要亲自登门拜访。明白，我这就去办。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别送了。苏曼妮正愁抓不到典型呢，别为了我连累你们也丢了饭碗。汉山啊，你是咱博船的定海神针啊，实打实的特级焊工水平。要不是你从不争那些虚头巴脑的支撑评级，那个新来的代厂怎么敢把你赶走？你甘心就这么走了？大锤，放心吧，咱工人靠手艺吃饭，走到哪儿都饿不着。刘师傅，江师傅手艺这么好，工资也不低，怎么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紧啊？我上次还看到念安在厂食堂啃盐菜就馒头呢，还不是因为他那个不着调的媳妇儿，天天啥活也不干，就知道跟南方来的倒哥混在一起。念安都高3了，他连一顿热饭都没给孩子做过。上个月，他居然把汉山准备给念安交高考报考生、给老母亲交住院费的3万块钱，全都给他倒下去深圳了。别说了，大锤哥，都是我没本事，没管好家里的事儿。我走了。闺女，怎么了？咋不进屋蹲在这儿哭啥？爸，妈把门锁坏了，我敲了半天门，里面的人也不开。里面有奇怪的声音，有人在叫，还有人又哭又笑。你们俩在这搞鬼东西！干什么？你眼瞎不会自己看啊？江汉山，老娘忍你这穷酸窝囊废不是1天2天了。你知道刚才那是谁？那是南方做焊材生意的周老板，人家倒腾一趟走私货赚的顶你累死累活干3年。你那点死工资连给我买瓶像样的进口香水都不够，还想让我守着你做梦去吧？哟，这不是江大焊工吗？我可刚听厂里人说，你今天得罪了新来的苏厂长，被当场开除了。这下可真是倒了血霉哦！工作丢了，老婆也跟人跑，这是喝凉水都塞牙啊！什么？你被开了？好啊，你个没出息的，这日子压根没法过了。离婚，现在就去离！江念安你自己养，老娘不操你们这家的拖油瓶了！滚！马上给我滚出去！你天天跟倒子混不着家，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了。今天你敢当着孩子的面干这种不要脸的脏事，说这些混账话，刘美凤，你连都不如，带着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脏东西，立刻从我家滚出去！这辈子都别再踏进来一步！滚！滚就滚！谁稀罕住你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筒子楼？江汉山，你就是坨扶不上墙的烂泥，留在这里发烂发臭吧！别赖着老娘过好日子。爸，我好好读书，认真复习，我一定会考上哈工大，有出息的。爸，你别难过了。好样的，闺女，是爸对不起你，爸没本事。刘大锤，把权限给我解开，焊接路径冗余参数直接拉到最低。那边几个也别愣着，给我盯着实时数据。今天就算赶通宵，也得把这批耐压舱焊缝焊完。江珊珊，这台数控焊的路径参数，江师傅之前千叮万嘱过，半分都改不得，差1微米的偏差，长城号耐压舱的焊缝气密性就达不到海防标准。给我闭嘴！现在我是技术总负责人，江汉山那个老东西都被开除了，还想着他呢。他一个初中学历，连洋文说明书都认不全，搞得懂进口的数控设备吗？怕是连操作界面都看不懂。照我说的改，出了事我担着。完了，全完了！6轴机械仪的核心自控电机直接烧穿了，里面的传动齿轮全碎成渣了。这从漂亮国进口的100万数控焊算是彻底废了呀！江台山，
你他妈就是这么给我赶工期的？价值上百万的进口设备，你给我整报废了，你是不是疯了？苏厂长，这真不能怪我呀，全是江汉山那个老东西的错。他平时防我跟防贼似的，这设备的超级权限碰都不让我碰，就是怕我抢他的功劳。我是对核心参数逻辑不熟才失手的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给我滚！现在就滚出去！快扶我去办公室！我要给我当年在漂亮国认识的詹姆斯教授打电话，现在只有他能救咱们了。养不熟的白眼狼，平时江师傅手把手教他也没见他感恩，现在出了事就往师傅身上泼脏水，真不是个东西。就是活该遭报应。我堂堂电大专科毕业的技术骨干，居然比不过一个初中学历的老工人，我就不信了，我还搞不定个耐压舱焊接。对了，那老东西有本焊接笔记，还有自制焊桥配方。以前我嫌那玩意儿土的掉渣，不稀罕，现在只要我把那本笔记偷过来，就能应聘沿海重工的焊接主管岗，到时候资3倍不说，还不用在这受苏曼妮的气。詹姆斯教授，求您帮帮我！我们厂一台漂亮国进口的数控焊接机器人自扶电机烧穿，传动齿轮全碎了。您能不能帮我算下这台设备的存值能抵扣多少美方的后续焊疗订单？多少钱我都给您打咨询费，您开价就行。曼妮，我很遗憾，这种级别的损坏，残值抵靠不了多少。不过，我1988年在华夏焊接学术交流的时候，有幸见过一位你们华夏的顶尖焊工，他的手工养焊是以登峰造极，焊出来的焊缝气密性比数控焊还高2个等级。如果他愿意出手，你们完全不需要依赖这台数控焊，就能完成耐压舱的焊接任务。但是这位师傅非常低调，我只有他的一个 BP 机号码，我把号码给你，你马上联系他。谢谢詹姆斯教授，您快把号码给我，我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也一定把这位大神请出山。传呼台吗，同志？麻烦给这个传呼号发3条加急消息，越快越好。第1条，我是渤海造纸厂代厂长苏曼妮。第2条，请速回电，号码是46789。第3条，明晚8点，江城饭店，恭候大驾，加急一定要加急！拜托大神，您可一定要回电啊！拜托，只要您能来救场，您要什么我都给您。观音菩萨、太上老君、各路神仙，求求您快显灵吧！爸，我100%支持你跟他离婚，这事儿影响不了我复习，我一定能考上大学，你别担心我。傻丫头，我知道了，这事儿你别掺和，你现在就一门心思把书读好，天塌下来有爸顶着，你只管安安稳稳考个好大学。师傅，刚送您安去学校啊，我今天刚好没啥事儿，顺路过来看看您。寒山啊，别在这儿吹冷风了，上楼喝口热水再说。师傅，还是您现在逍遥啊，在家歇着，不用看苏厂长那副留洋回来的嘴脸了。不过我说句实在话，您这被厂里开了，以后你跟念安的日子打算咋过呀？天塌下来我顶着，我有手有手艺的，去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实在不行，我去港口焊渔船，也饿不着我闺女。那确实，我可听说了，隔壁制衣厂的老张头下岗之后，天天蹲市场修拉链补衣服，一天能挣10好几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您就别死抱着那点手工焊的老手艺当宝贝了。现在这世道都看学历，看进口设备，你那套不吃香了。漂亮国数控焊合格率99%，你手工焊再牛能比得上机器？要我说啊，您趁早去港口摆个焊补摊儿才是正经营生。焊补渔船也是靠自己双手吃饭，不丢人，我心里有数。对了，寒山，厂里那台进口数控焊4伏电机烧了之后别乱拆，传动齿轮是特种合金的，你们没校准参数，拆了就全废。要是耐压舱工期赶不及，就先按我以前教你的手工养焊手法焊，多花点时间没事儿。千万别偷工减料换劣质焊骚，把焊缝搞出气密缺陷，那是要出大麻烦。还有啊，我走了之后，你更得沉下心来，打磨焊枪的稳度，练手腕的力气。记住我说的话，咱们干焊工的，焊缝就是良心，不然哪怕你学历再高，焊出来的东西漏了气，全是纸上谈兵，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穿军装的子弟兵。都他妈成丧家之犬了，还在这跟我摆师傅的补教训，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大清早过来，肯定还没吃早饭吧？我给你热2个玉米窝头，就这腌萝卜条垫垫肚子。糟了，
要是江汉山这个老东西去江城饭店赴约，把进口数控焊接机修好了，我这刚捞到手的位置不得推诿让贤？门都没有，我绝不能让这事儿成。删呐，死手赶紧删！只要把信息全删干净，老东西看不到消息，自然就不会去赴约。到时候我拿着他的笔记修好进口数控焊接机，功劳就是我的了。阿山啊，是不是我 BP 机响了？对，不对，没响啊，我刚才盯着挂历看的，没留神。先垫2口吧，馒头凉的发硬，我去给你倒杯热开水泡泡再吃。麻烦师傅了啊。天助我也！我正愁找不着这玩意儿呢，自己送上门来了。师傅，我突然想起来车间还有一堆急事等着我处理呢，我得赶紧走了。行，正事儿要紧，你赶紧去忙吧，路上慢点开。老不死的玩意儿，都下岗成丧家犬了，还敢跟我摆师傅架子说教？一个破初中毕业的焊工，也配教训我名牌大学高材生？等着上街捡破烂喝西北风去吧！有了这本宝贝，我一定能把那台破戳床修好。苏曼妮等的大神只能是我江珊珊，这泼天的富贵轮到我了。喂，您是詹姆斯教授说的那位大神吧？苏厂长是吧？明晚8点，江城饭店，我准时到。哎，这声音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过。管他呢，只要是大神就行。太好了，只要您能帮我修好进口数控焊接机，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就算砸锅卖铁也满足您。江城饭店，渤海最高档的饭店，谁会约我去那种地方？算了，去看看也没坏处，说不定能有新机遇呢。本国，长城号导弹驱逐舰的验收专家组3天后就到渤海了。咱们是老牌工业大省，到时候必须在专家组面前充分展示咱们船舶工业的硬实力，绝不能给咱渤海丢脸啊！您放心，这事儿我已经盯死了，绝对办得漂漂亮亮的。要是这次能找到江汉山师傅，把他请过来主持奈亚那焊接，咱们才叫真的露脸。可惜呀，到现在半点音讯都摸不着。坏了，我的公文包落楼上包间了，我马上上去给您取。不用，我要去趟洗手间，顺道就拿了。怎么还不来？急死人了！江寒山，你跑这儿来干什么？苏厂长，我是来赴您的约啊。詹姆斯教授口中的顶尖专家是你？哈哈，詹姆斯教授跟我那是忘年交，私下交流过好多次技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哎呀，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人中龙凤！快，我给你邮了最好的包间，快里边请。江专家昨天在车间是我不对，对你说话太冲了，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呀。我可不像某些只会倚老卖老的人，干丁点活就恨不得敲锣打鼓，让全天下知道。我这个人啊，不喜欢张扬，只想脚踏实地干点实事罢了。格局，这就叫格局，这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只要能修好机床，想要什么随便开口，我尽全力满足。江汉山，你怎么混进来的？穿的破破烂烂，还拎个尿素袋子，要饭要到江城饭店来了。汉山，你怎么也在这儿？反正他的实操笔记已经在我手里，他现在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我必须立刻跟他划清界限，把他踩在我的脚下，成为我的垫脚石。谁他妈会找你？一个下了岗的出工商，你也配来这种地方吃饭？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赶紧滚出去，别拉低了我们的档次。汉山，你怎么能这么跟师傅说话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闭嘴！一个被厂子开除的焊工，有什么资格做我的师傅？我现在可是博船的技术总负责人，你也不撒泡泡尿照照子，还敢来跟我攀关系了？保安死哪儿去了？我江汉山在厂里干役整整5年，所有平庸平闲的名额和机会，我第一个让给你。你现在竟然让我滚！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无非是靠着进厂比我早，资历比我深罢了，否则个初中生哪有资格教我这个大学生？你根本就不会修那台进口数控焊接机，你这是弄虚作假，会把整个博船都坑垮的。少在这血口喷人，这明明是我熬了3年夜写出来的心血。老东西，你就是嫉妒我比你年轻，比你有本事，比你混得好。保安，赶紧过来，把这个疯子给我扔去！陆董事长，这么巧，您怎么也在这儿啊？你是？陆董您好，我是渤海造船厂的代厂长苏曼妮。我们厂现在正卯着劲儿赶你们厂的长城号驱油舰的焊接任务呢。
原来他就是那个满脑子羊毛水，为了给亲戚腾位置，把江汉山师傅开了的蠢货。原来是你，我正找你呢。奈压仓汉凤拖了整整半个月，军工验收组3天后就到，你这个厂长是怎么当的？合着泊船这么大的坛子，连这点活都啃不下来。陆董，您消消气。你就是那位能搞定进口数控焊接机的专家。陆总抬举了，不敢当，正是在下。王保国当年拼了老命要保的技术大拿，就这副油头粉面的德行。而且我之前打听的明明是江汉山被开了，怎么这人还在厂里当技术总负责？那你们这闹哄哄的是在干什么？陆董，您有所不知，这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厂里的蛀虫。这老东西以前在厂里就眼红我有本事，天天压着我不让我出头。好一个我嫉妒你的才华！被开除、师徒、笔记，难道他才是？立刻去核实江汉山的所有身份信息，越快越好。老东西，你这辈子就只配蹲路边焊铁锅、补自行车圈。江汉山，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你我师徒情分从这一刻起一刀两断。你走你的升官发财路，我过我的踏实日子。我倒要看看你拿着偷我的实操笔记，能不能修好进口数控焊接机。赶紧滚！以后要饭离这种高档地方远点，别什么别熏着陆董和厂长才是。真是晦气！好好的饭局被这么个垃圾搅了兴致。够了！他不过是个下岗的工人，你们至于把人往死里踩吗？陆董教训的是我们格局小了，不该跟这种下三滥一般见识。是，陆董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咱们别被这穷鬼扫了兴。我现在就给您好好汇报下奈压仓的焊接方案。新厂长和冒牌技术主人简直是2个蛀虫。王保国打下的博长家底儿就要掰在他们手里了。陆董，你的鞋掉了！这陆董是抽什么风？好端端连鞋都不要了就往外窜。秘书同志，陆董怎么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往外跑啊？苏厂长，你们刚才一口一个叫花子的那位，正是我们陆董事长专程从沈阳赶过来见的江汉山师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一个初中学历的下岗焊工，连数控焊操作证都没有的废物！你们肯定是被他那副老实巴交的穷酸样给蒙了，他就是个骗饭吃的混子！江师傅，请留步啊！江师傅，我陆振国找您找的，快把江城翻遍了。王保国老厂长当年把您当眼珠子一样藏得严严实实，我今天总算见着活的了。您认错人了吧？我就是个下岗的普通焊工，马上就要去给港口渔船补焊缝混口饭吃了。错不了，当年王保国逢人就吹，说他们厂有个王牌焊工，您手工焊的0厘米焊缝，比我们花100万买的进口数控焊接机焊的精度还高。您这双手是咱们真正的无价之宝啊！无价之宝，陆董，现在人人都看洋文凭，看海外背景，我这摸了30年汉江的老手艺早就过时了，您也别拿我寻开心了。江师傅，别人糊涂，我还能糊涂吗？我当年也是从车间抡大锤摸爬滚打出来的工人，我懂技术，更懂你手上焊出来的都是保家卫国的硬家伙。陆董，您真这么看重我这拿焊枪的手艺？佛川这帮瞎了眼的蠢货，有眼不识金镶玉，把您这样的人才往外赶。跟我走，沿海重工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长城号焊接组指挥位置就是你的。这怎么可能？陆董是不是中邪了？竟然给一个下岗的穷焊工低3加4赔笑脸！好你个江汉山，被我开除了还不安生，跑这儿来招摇撞骗了是吧？敢忽悠到陆董头上，你是不是想讹钱想疯了？江汉山，陆董厚道，被你这副老实模样蒙了，不清楚你的底细，我可知道的一清二楚。陆董，您可是咱们临江省工业界的顶梁柱，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您知道他如今混得有多惨吗？在厂里混了半辈子，连个焊接高级工证都不肯考，被开除的时候连个申诉都不敢提。在家更丢人，他妻子还没离婚就跟别的男的厮混，绿帽子都不知道戴了多少头，最后被一个倒才勾搭着跑了。一个连闺女的高3补课费都凑不齐的废物，怎么可能是您要找的顶尖焊接大脑？老东西，你敢打我！这一巴掌打的就是你栽赃陷害的狗东西！江寒山，你刚进博传的时候，为了求我收你当徒弟，零下20度的雪天，在我家楼下站了半宿，冻得耳朵流脓都不敢走。进厂之后，
你每天天不亮就蹲我车间门口给我打热水泡茶，一口一个师傅，叫的比谁都亲。那时候我怎么就瞎了眼，没看出来你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狼心狗肺的畜生！我堂堂店大汉街高材生，给你端茶倒水当驴使唤，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专家了？你那套老掉牙的手工焊工艺早就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如今是讲究效率、讲究 KPI 的时代。讲 KPI？ 靠你从书上学的死理论去摆弄那台100万进口的数控焊接机吗？我当初还傻呵呵的以为你能沉下心来练手艺成大器，结果呢，穿了身西装，你就嫌拿焊枪费力气，嫌焊渣烫坏你的名牌衬衣，天天就想着钻营关系巴结领导，满脑子都是歪门邪道走捷径。你也配当博钢的技术总负责人？你连工人最基本的良心都丢到渤海湾里去了。良心能当焊材用吗？少拿这些陈词规块来道德绑架我！我告诉你，我这块是亲手焊的零秘密试块，那台数控焊我闭着眼睛都能调参数，焊耐压舱简直是小菜一碟。手艺人心歪了，靠造假的试块骗领导。你这块试块背面有3毫米的未焊透，拿高压水一冲就漏，根本过不了7米测试。从今天起，我江汉山没你这个徒弟，你我师徒情分，恩断义绝。你们2个蠢货，白长了2个眼珠子当炮材，连真的技术大拿和冒牌的骗子都分不清楚。江师傅，博传这帮有眼无珠的瞎子留不住您，那是我沿海重工天大的福气。只要您肯来我沿海重工主持长城号的焊接工作，我陆振国今天就在这儿给您拍胸脯交底，年薪10万，江城市中心一套200平的独立家属楼，外加一辆桑塔纳轿车。只要您点个头，明天我就派专车接您去公司报到，不够可以再加。10万！我堂堂留美回来的博传代厂长，一个月运死累活才拿1200的工资，他一个下岗的老焊工，凭什么拿年薪10万？不够再加！陆董，您这不是拿我开涮吧？江师傅，千军好招，大将难求。我陆振国活了大半辈子，最认本事。您这双手焊出来的零缺闪焊缝，比黄金还金贵。我这话拍胸脯撂在这儿，您只要点个头，所有待遇1个礼拜之内全给您落实的明明白白。陆董，您是不是疯魔了？花这么多钱挖一个我亲手开除的老废物，这不是拿着沿海重工的钱往水里扔吗？陆董，您这是急糊涂了，病急乱投医啊！江汉山就是个混了半辈子车间的老油子，他懂啥叫现代化 KPI 管理，懂啥叫跟 AWS 国际焊接标准接轨，他也配拿这么高的年薪？你们一口一个骗子，一口一个我不懂技术。我江汉山跟焊枪打了30年交道，焊缝上半道发眼细的气孔，我闭着眼都能摸出来。真正招摇撞骗的是你们这群狗东西，良心都被狗吃了。就算给你们堆一屋子进口数控焊接机，最后也得被你们霍霍成废铁。你个死穷鬼还敢咒我们博团？陆董，你可别听这老疯子满嘴喷粪，咱们赶紧进饭店谈咱们的长城号外教订单正事儿啊！怎么着？是今晚江城湾的西北风刮得太响，还是你们俩的耳朵里塞了焊渣，听不懂我刚才说的人话？我再说一遍，江师傅是我陆振国求都求不来的宝贝疙瘩。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没有这些你们瞧不上的工人流血流汗熬出来的家底儿，你们有啥资格穿得人模狗样的站在这瞎逼逼？陆董，您这话可就说重了，您不能因为这么个老工人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全盘否定我们整个博传的努力呀！否定？我今天还就明明白白否定你了。既然你们觉得江师傅是个没用的废物，那行，从现在开始，沿海重工跟博传的所有长城号外教订单合作全部终止。终止合作？陆董，您这是什么意思？陆董，你什么意思？你当我苏曼妮是软柿子随便捏？当我们博传是没人撑腰的泼妇是吧？苏厂长，你也太把你的博传当回事儿，也太小瞧我陆振国的家底儿了。那俩违约金钱，我陆振国砸锅卖铁也赔得起。你呢？你赔得起海军长城号的工期，赔得起国家的脸面。陆董，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千万别冲动。这合同要是真作废，咱们两边都得亏得肉疼啊。有什么误会，咱们进包厢坐下来慢慢掰扯，行不行？给我联系财务部和法务室，把违约金数额算准了，1分不少打到博传的账上。所有合作关系当场解除。从现在起，我半秒钟都不想跟这帮有眼无珠、吃里扒外的蠢货沾半点边。好你个陆振国，你就是故意针对我是不是？看我刚上任没根基，好拿捏是不是？为了这么个老废物跟我撕破脸，我看你迟早得为今天这混账赔个底朝天。是
是詹姆斯陈教授的岳阳长途。完犊子！这老东西当年跟江汉山聊了3天，我一开口他肯定听得出，冒名顶替的事当场就得穿帮。詹姆斯教授，哎呀，您好，您好，我是曼妮呀 ，How are you？ 曼妮，快，请江师傅接电话，我必须亲口跟他通话，向他致以我最诚挚的敬意。快，詹姆斯教授找你呢，赶紧接呀！死定了！这电话一接，我连低温密封焊的温度阈值都达不上来，那点偷来的底子当场就得漏个干干净净。哎呦，我脚崴了，疼得我实在不方便接啊！詹姆斯教授，江师傅他刚崴了脚，实在没法说话，这么急着打岳阳电话过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吩咐呀？曼妮，我下个月打算带我最得意的博士团队去你们博传，当面跟江汉天师傅请教手艺，请你务必帮我安排好引荐的事儿。来学习，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到时候省厅的领导都得过来考察，我转正成正式厂长的机会，这不就来了？您放心，詹姆斯教授，这绝对是我们博传的无上荣幸，我一定用最高规格的接待安排，绝对不让您的团队失望。詹姆斯，这不就是当年追着我问了3天焊接技术的那个美籍华人教授？陆董，刚才岳阳电话里的动静您听得一清二楚吧？连国际顶尖的机械专家都要派高徒来我们博传拜师学艺，你今天当众撕合同断合作，纯粹是自己瞎了狗眼，分不清好歹。咱们骑驴看唱表，走着瞧。等詹姆斯教授的人一到，博传的名号传遍全国的时候，有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货跪着上门求合作的那天。江寒山，我们走。陆董，今天这事儿对不住啊，全是我这点旧恩怨连累的您，平白无故让您赔这么大一笔违约金，我老江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江师傅，您可别这么说，就算没今天这档子事儿，我早就看不惯他们那副崇洋媚外、偷奸耍滑、满脑子钻营的德行了。跟这种偷工减料的蛀虫合作，出了事儿那是要掉脑袋的大罪。现在花俩违约金及时止损，跟他们划清界限，我陆振国反而赚大。更何况今天能把您请到手，这点违约金算个屁！千金还难买千里马呢。您这手真本事，多少钱都换不来。陆董这么瞧得起我这大老粗，要是不嫌弃我那筒子楼的房子寒酸，不如顺路去我家喝口茶。我巴不得呢，能喝上江师傅亲手泡的茶，那是我陆振国8辈子修来的福气。喂，苏曼妮，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陆振国那边取消订单的法务函大半夜拍到我家桌子里了，你知不知道这笔订单是全厂1000多工人3个月的活命钱啊？老厂长，这事儿真不怪我啊，是陆振国欺人太甚。他挖江汉山，被江汉山当场拒绝，觉得丢了面子，故意找茬挑咱们汉凤的毛病。我实在忍不了他这么糟践厂的技术骨干，跟他理论了2句，谁知道这暴发户恼羞成怒，撕了合同啊！什么？他陆振海敢挖咱们厂的技术骨干，简直是蹬鼻子上脸！既然他这么不把咱们博传放在眼里，这破单子不接也罢，咱们工人的骨气绝对不能丢。老厂长，您消消气，其实这单子黄了反而是天大的好事儿。您猜刚才咋回事儿？詹姆斯教授亲自打岳阳电话过来，说要派他最得意的博士生来咱们厂，跟江师傅当面讨教手艺呢。咱们博传这回可是要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露大脸了，到时候全国的造船订单都得主动找上门。好，能让漂亮国来学习，这真是给咱们博传长脸。曼妮呀，你这次干得太漂亮了。对了，我还有个正式通知你，长城号工程总址刚发的通知，所有参标单位下周之前必须提交内压舱焊缝式样，通过动3级气帽参赛资格。你让江寒山提前准备准备，千万别掉链子。长城号参赛资格，这么大的馅饼砸我头上了，这要是拿下了，我不光能转正当厂长，这下赚翻了。你这次有魄力，干得好。我会跟上面全力推荐你转正正式车厂长的。太棒了！等我当了正式厂长，这博传上下还不是我苏曼妮说了算，想裁谁就裁谁。谢谢老厂长栽培，我肯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曼妮啊，现在厂子效益不好，唯一能拿得手的就是江寒山这张技术牌了。你那边一定要把他哄舒服了。陆振国的违约一到账，把拖欠工人的工资发了，稳住大伙儿的心。老厂长您放心，江寒山这边我肯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陆董，我来。江师傅，你可别小瞧我。当年我在旅顺造船厂当学徒的时候，班组谁不知道我陆振国是出了名的大力士。那时候咱们攻关第1代鱼雷艇焊接设备，零下20度的雪窝子蹲3天，拆了30台旧焊机，攒出1台能用的，连个热窝头都啃不上，我照样熬得下来。这点路不碍事儿。好汉还不提当年勇呢，陆董。那是20年前的身子骨，你今天蹲这么久，腿都麻了，明天起来膝盖疼的能跪地上，赶紧起来换我。江师傅，你就踏实实做，
我这叫不忘本儿。今天蹭满这一身油污，吹吹渤海湾的冷风，我这心里比坐那奔驰车敞亮10000倍。这陆董事长是个实打实办实事的血性汉子，跟着他指定能干大事业。妈，我不去，求你了，我要考哈工大，报效祖国，我要等我爸回来。考个屁的大学，读书能当钱花啊？你那个窝囊废爹都被国传开了，饭碗都砸得稀碎，家里哪来的闲钱给你？赶紧跟我走！我跟开牌局的豹哥说好了，你去他那儿先抵3000块赌债，等我翻了本再给你赎回来，不比你这一直在啃老窝头强。给我住手！放开我闺女！哎呦，我当是哪路神仙呢？你个连饭碗都保不住的窝囊废，还有脸跟我吼？我还没找你要账呢！离婚协议你到底什么时候签？别想拖着老娘耗日子！还有，你在博传干了30年，被开了肯定有遣散费吧？少跟我装穷！赶紧把钱一分不少交出来，这丫头片子我就丢给你！以后她是死是活，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哎呦，这不是老姜那媳妇刘美凤吗？大晚上的又在这撒什么泼啊？你还没听说啊？老姜被开了，刘美凤欠了牌局3000块赌债，这是拿闺女撒气呢，这日子指定过不下去喽。爸，你可算回来了！我不去陪豹哥，我要上学，我要考大学。有爸在，天塌下来爸给你扛着。谁敢逼你辍学，先从我江汉山尸体上踏过去！刘美凤，你个拎不清的糊涂娘们儿！明明再过2日就高考了，这是她一辈子的活路，你居然逼她辍学抵债，你良心被狗吃了！你有个屁钱！就算这死丫头真考上哈工大，你掏得起学费住宿费吗？跟着你喝西北风啊，早晚得饿死！这话也在理，这年头供个大学生得花多少钱呀？老姜都下岗了，自身都难保啊！我江汉山就算砸锅卖铁，去江城港扛大帮，也铁定供我闺女念完大学，用不着你操半毛钱闲心。离婚协议拿来，我现在就签。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父女俩过我们的独木桥，互不耽误。签字可以啊，把你那笔遣散费一分不少给我掏出来！刘美凤，你还有点人味吗？那钱一半是我特意给念念留的大学学费，你都要抢！我告诉你，江汉山，老娘今年才37，跟你这个窝囊废吃了快18年苦，遭了多少罪？这笔钱是老娘应得的青春损失费。你要是敢不给，江念安就别想安生上学，老娘明天就堵他子弟学校门口闹去，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个疯婆娘，你简直丧心病狂！你眼里除了那俩钢镚，还有半分人味吗？拿着你的破钱，给我滚远点！算你识相，赶紧签！江汉山，我实话告诉你，我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去了。你这个没用的窝囊废，就带着你这赔钱货闺女，在这破筒子楼里等着烂死吧！谁他妈敢说江师傅是没用的废物，都他妈瞎了你的狗眼！穿的人模狗样的，在这出什么大尾巴狼？你算哪根葱也配管老娘的闲事儿？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德行，也配跟我吆五喝六的？这位女士，我看你是脑子拎不清，搞反了状况。江师傅从这一秒开始，是我们沿海重工集团的首席焊接技术顾问，年薪10万起步，上不封顶，全看江师傅乐意拿多少。江汉山，你可真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藏住你那金奖杯卖钱，还特意花钱雇了个跑龙套的来跟我演双簧，笑死人不偿命是吧？就你这连下锅米快凑不齐的穷酸样，还沿海重工的首席技术顾问，还年薪8万，你做青天白日梦还没醒呢吧？刘美凤，你给我把臭嘴闭上，少在这丢我老姜的人。这位是沿海重工集团的董事长陆振国，陆董，你再敢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哎呦喂，董事长，你俩搁这拍香港警匪片呢？
你要是认识沿海重工的董事长，我刘美凤就是王母娘娘下凡。我瞅你俩这鬼鬼祟祟、坑蒙拐骗的德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敢跑这儿来招摇撞骗。巧了，我家明浩马上就开着小轿车来接我啦。人家那是正儿八经驳船采购科的掌权科长，等他来了，我当场让他截停你们沿海重工所有的焊料配套供应，报警把你们两个骗子抓进去蹲大牢。驳船采购科居然有这么好歪瓜裂枣的科长，我刚跟王保国对接采购清单，怎么半点印象都没有？小周，咱们上周跟驳船对接的采购对接人名单里有个姓苏的科长吗？陆总，咱们跟驳船的所有对接人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对接的采购科科长姓李，绝对没有姓苏的这号人，半毛钱印象都没有。现在马上给我拨王保国电话，3分钟之内我要他亲口核实这个苏明浩的身份。核实完给采购科发函，敢卡我们沿海重工的供应，明天撸了他。这和戏演的还挺全乎，还真把自己当身价千万的大老板了。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叫来什么牛鬼蛇神。亲爱的，你可算来了，你都不知道人家刚才受了多大的委屈。你快看看，就是这两个穷要饭的死骗子，居然敢冒充沿海重工的人，还在这吹牛逼，说什么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首席技术顾问呢。亲爱的，你快帮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们。下午在厂办就听人嚼舌根，说集团派了核查组摸查焊料采购的烂账，不会他妈这么巧撞我手里了吧？没见过，虚惊一场，吓死老子了！好你个胆大包天的狗东西，敢在这装神弄鬼，招摇都敢晃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打听打听，老子苏明浩在渤海是个什么角色？陆董，那批调包的劣质焊材批次我刚核实过，确实是苏明浩走采购流程提的货，但财务的付款记录明明白白写着，他报的是进口特种焊材的价，差的16万公款全揣自己兜里了。这王八蛋还扣了半吨长城号工程的焊材拿去调卖。好你个苏明浩，胆子肥到天上去了，还倒卖特供焊材赚黑心钱，谁给你的狗胆儿？你他妈放屁！你算哪根葱也配管老子的事儿？你放的是哪门子的骚屁？我家明浩那是靠本事赚的干净钱。你穿的人模狗样的，指不对那身西装是从哪个典当行淘的旧货呢，还好意思在这废？不知廉耻的蠢妇！刘美凤，你不要脸，我和我闺女还要脸。说了这么狠心事，现在当着全厂区街坊的面，当着陆董的面，还敢在这撒泼耍横！你要用人现眼到什么时候？拿着你的脏钱，带着你的野男人，从我眼前滚得越远越好！海山，你个挨千刀的下岗窝囊废，你居然敢打老娘！我跟你拼了！你个臭老东西，活腻了是不是？张核查员，还有厂纪检的王主任，采购部的李科长，他们怎么全来了？瞎了你的狗眼，连陆董和你也敢惹？你自己找死就算了，别他妈拉着整个国团采购科给你陪葬！这真的是陆董，陆董，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瞎了狗眼，猪油蒙了心，冲撞了您和江师傅，您饶我这一次吧！开，立刻开！这种中饱私囊的蛀虫，多待1秒都嫌脏了全场工人的脸面。这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你们合起伙来演我，对不对？江汉山，你个下岗的穷汉州学徒，你怎么可能认识沿海重工的董事长啊？演你？你也配我浪费这个功夫？我今天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我陆振国已经正式聘请江汉山师傅做我们沿海重工集团的首席焊接技术顾问，只要江师傅乐意，年薪10万起步，上不封顶，还配有专属的焊料实验室和厂级专家楼。汉山，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看在咱们俩过了快18年的情分上，你就饶我这一回行不行？刚才那离婚协议不算数，我以后肯定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把你和念念伺候的妥妥帖帖的。刘美凤，你恶不恶心？白字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我名字都签完案了手印。从今天起，咱们俩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少在这儿跟我攀家去。念念，乖女儿，妈知道错了，你快帮妈救救你爸啊！妈不能没有这个家，不能没有你们啊！妈以后再也不逼你了。念念听话，你先回屋去，把门反锁好，啥动静都别出来，明天还要模考。
刘美凤，你现在知道有个女儿了，你摸着你的良心问，这么多年你尽过一天当妈的责任吗？当年念念烧到40度，抽得直翻白眼，你在哪儿？你跟你那帮狐朋狗友在麻将上搓的昏天黑地。我那天在厂里加班3天3夜没合眼，是大锤背着孩子跑了3公里去的医院。这半年念念熬夜复习高考，经常饿得胃疼直冒冷汗，你又在哪儿？在外头跟野男人鬼混到连家都不回。我这么多年起早贪黑旱船可带徒弟赚的每一分血汗钱，全老老实实交到你手里。可你呢？你连念念上大学的救命钱都要抢，还丧良心逼她辍学。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你不配当妈！什么狗东西，真不要脸到家了！活该，这就是报应，老天爷都看不过眼，这种人就该落得这个下场。我们父女俩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这张脸。你走吧，拿着你抢去的那笔钱过你自己的好日子去，别再来烦我。陆董，今天这事儿真的谢谢您给我撑场子。我江汉山是个粗人，不会说啥漂亮话，但我绝不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首席焊接技术顾问这担子，我接了。只要您陆董信得过我老江，我绝对把长城号的耐压舱焊缝焊到0缺陷，打破洋人的技术封锁。好，太好了，江师傅，能请到你出山扛长城号的担子，是我陆振国这辈子做的最对的决定。陆董，您可别折煞我了，我这半截身子都埋黄土的人，就怕到了您那儿，扛不起您给的担子，干不出像样的成绩，给您丢人。江师傅，你是国之重器，正是当打之时，天塌下来有我陆振国给你兜着，谁要是敢给你使绊子，我第一个不答应。还有你家念安，往后他的学费、生活费，甚至哪怕他以后想考顶尖学府出国留学，所有费用我沿海职工全包了，公司全额资助，绝不让孩子因为钱的事儿受半分委屈，耽误半点前程。陆董，您这，我老江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的支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啊。陆董，您就说我什么时候能正式进车间干活？江师傅，你这刚闹完这么大一坛子糟心事儿，怎么也得在家歇个3、5天，陪孩子考完模考再上班啊！不歇不歇，一天不碰焊帮，我这手都发僵。要是没问题，我明天一早去车间报到。好，实不相瞒，我早就把所有事儿都安排妥当了。专属焊接工位，你用了30多年的那把定制哑化焰枪，你要的特种低温胶片，全给你备得齐齐的，万事俱备，就等你这位定海神针过去镇场子。发工资不高温补贴，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开除苏明浩。开我管什么用？只要苏厂长还在，我就能留下来。吵什么吵？都给我把嘴闭上！安静！你们这些人觉悟怎么就这么低？眼睛里就盯着自己的3瓜2枣。现在厂子正处在和国际接轨的转型关键期，你们不想着同舟共庆，反倒聚众闹事。少他妈给我们灌阳明魂汤！我们家3瓜饿的直哭，连包子面都买不起，拿什么给你共度难关？就是苏明浩扣了我们3个月的高温补贴，今天不给我们结清，我们就堵在办公楼门口不走。都给我安静！我什么时候说不发工资、不补补贴了？那你倒是现在发呀！光说漂亮话有个屁用！我丑话说在前面，国际顶尖的焊接专家詹姆斯教授马上就要来咱们博传做技术交流，人家是冲着咱们厂顶尖的密封焊接技术才千里迢迢过来的。接下来这几天，全厂上下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江总工的工作，谁要是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我把他开了，1毛钱遣散费都别想拿。寒山，等外国专家来了，你可得好好露一手，绝对不能给咱们博传丢面子，知道吗？至于你们的工资，财务科的人就在这儿站着，闹，现在就给大家发。太好了，终于发工资了，再不发钱，家里就揭不开锅了。苏曼妮，你他妈什么意思？这钱连我平时工资的1半都不到，高温补贴1分钱没见，剩下的钱呢，你连我们的血汗钱都贪。我靠，这他妈只发了3坑，连娃的学费都凑不齐啊！苏曼妮，你心是不是被洋鬼子吃了？好什么好，鬼叫个屁！我看你们这帮泥腿子是要造反是不是？厂子现在资金缺口多大，能给你们发这点碎银子已经是老娘开恩了。嫌少有种把钱给我扔回来啊！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副穷酸德性。厂子收留你们，给你们一口饭吃，就该感恩戴德，还有脸在这儿闹，一群给脸不要脸的东西！苏曼妮，你还要脸不要脸？要不是你纵容你表弟苏明浩挪用采购款买劣质焊料，咱们长城号试焊能报废赔那么多。要是江汉山师傅还在厂里，咱们能赔这冤枉钱。你把好好的波床霍霍成这副鬼样，还有脸扣我们的血汗钱填你的亏空，你他妈良心都喂狗了！反了，简直反了天了！江汉山那个下岗的老汉痞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药？既然你们这么念着他的好，那就都给我滚！我们博传庙小，容不下你们这帮吃里扒外的大佛！
不想干的，嫌钱少的，现在马上给我有多远滚多远！滚就滚！这种烂透了的鬼地方，老子早就待够了。走，大伙儿都走，这破饭谁爱上谁上。这无良心受够了，老子不干了。这帮养不熟的白眼狼，滚，都死光了才好！老娘有的是钱，随便就能招一堆听话的学徒工。船长，您快消消气！为了这帮老工人气坏了身子，那可太亏了。这帮老东西您还不清，平时就跟江汉山穿一条裤子，仗着自己是厂里的老资历，成天倚老卖老不服管教。他们就是故意抱团针对您这种年轻有为的留洋高材生，明摆着就是要排除异己，给您下马威啊！江寒山啊，整个博船上下也就你最懂我的心，这段时间真是委屈你了，跟着我受了不少嫌弃。不过没事，等詹姆斯教授一到，你给我好好露一手，把你那点本事全亮出来，让这帮老东西看看谁才是博船真正的技术顶梁柱。厂长，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这事儿绝对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喂，王厂长，你有什么指示？马尼，长城号驱逐舰工程已经到了最后攻坚阶段，必须无论如何都要把它请回厂工作，听见没有？这是死命令，请不回来，你这个代厂长就别当了。婉星啊，咱们都跑了这么多沿海产厂了，半点江师傅的消息都摸不着。咱们不用瞎转悠了，有人给咱们递准信儿了。沈总，刚才是博船的老焊工刘大锤留的巡逻号，说江汉山刚被陆振国聘去当沿海重工的技术顾问，明天一早就进沿海重工难压舱，车间报到，咱们奔博船家属院堵人，准没错。太好了！江师傅，我也不瞒你，咱们沿海重工看着接了长城号的大订单风光，可最核心的耐压舱密封焊技术一直被外人卡着脖子，半点进展都没有。这就是你们之前试焊了3次的次品，你们用的是苏明号采购的劣质焊锹，焊的时候氧气保护气压不够，焊速也快了1/3，这么焊出来的焊缝一加压就漏，不报废才怪。我之前跟江寒山说过这问题，果然他全当耳旁风。陆董，这问题不难解。我自己配的特种焊陶加手工慢焊，保证能焊出零气幕缺陷的焊缝。这种精度的焊缝，我能焊。江师傅，你简直是我陆振国的大救星。可长城号的耐压舱焊缝加起来可不少，你的身子骨可不能累垮了。江师傅，你在博船干了30年，手上有没有其他真有硬本事的老伙计能引荐？你放心。只要肯来，待遇你随便开。我陆振国绝不含糊。我确实有一帮跟我焊了20多年船的老弟兄，昨天刚从博船辞了职，我可以帮你问问，但我不敢打包票，他们一定愿意来。只要他们肯来，要什么条件我都给。对了，江师傅，还有个天大的事儿。过几天长城号驱逐舰工程的专家组要亲自过来选拔顶尖焊接人才进国家核心攻关组。我想请你代表咱们沿海重工作为核心候选人参加这次选拔，你愿意试试不？陆董，这选拔到底定的啥规矩？我就是个蹲了30年焊台的老焊工，要是比手工焊灵、密木、细钻、调焊条配方这些实打实的手艺，我半点不怵。可要是硬要求必须考全阳文的操作规范，我可真拿不出手。哎呦，我的老哥哥，你这要是都拿不出手，全国的焊工都卷铺盖回家抱娃得了。这次军委专家组要的根本不是那些只会照洋说明书、按按钮的花架子，要的就是你这种真刀真枪练出来的硬手艺。整个渤海省密封焊界，你要是认第2，谁敢往第1的位置站？你要是不合适，全华夏都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要是真比真本事，那我参加。我都多少年没痛痛快快跟全国的同行碰过手艺了，这次我就代表咱们沿海重工争口气去。王厂长，您把心踏踏实实揣肚子里，江师傅100%参加。您是不知道啊，他最近都魔怔了，天天泡在车间里，连家都不回，3顿饭都在焊台边啃凉窝窝头对付，就等着给咱们博船争光呢。江汉山留的那本破工艺笔记，我翻的头都炸了。反正那帮专家一看就是坐办公室，哪懂实操的门道？我照着笔记瞎糊弄，我肯定能蒙混过关。好，满月啊，还有个事儿，今天上面派的长城号工程军委专家组要亲自来咱们博船实地考察，你把手里所有事儿都放下，带所有人去大门口等着，半分差错都不能出。要是惹恼了专家组，你这个代厂长也别干了。啥？
专家组今天就到。好，老厂长，您放120个心，我肯定把接待安排的舒舒服服的，半点岔子都不会有。还有1个钟头，专家组才到，保准能给专家留个好印象。来了，厂长你快看，那头的黑桑塔纳是不是？欢迎，沈总公驾光临我们博传，真是蓬荜生辉。我们全场上下攒了半拉月的劲儿，可算把您2位专家组盼来了。苏厂长不必客套，我们这次来就是摸实底儿，接待的排场全免。就这破破烂烂的老厂区，真有我们找了半个月的顶尖焊工。带我们去车间吧，直接看活。沈总，您可别小瞧我们博传，我们这儿可是藏龙藏虎。别说国内了，就是漂亮国顶级的焊接专家詹姆斯陈都特意跨了大半个地球飞过来，要拜我们厂的师傅为师呢。人家詹姆斯教授可是指名道姓就要找我们厂的江师傅，说非要跟着他学那手能焊0级密缺陷耐压舱看缝的绝技。江师傅，苏厂长，你说的这位江师傅，他是不是叫江汉山？对，就是他，我们博传独一份的技术大拿江师傅。快带路，赶紧带我们进去见人。寒山哥，我找了你这么久，原来你真的在这儿。2位专家这边走，这边请。我们江师傅是个出了名的技术痴，天天泡在焊机机边上抠参数，这手保准还在琢磨焊缝呢。2位专家看这儿，我给你们隆重介绍，这就是我们博传的技术总负责人江师傅。你就是江师傅？没错，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江师傅。沈总、陈工，您2位可别嫌他看着年轻，这可是我们博传实打实的技术顶梁柱江寒山江师傅，上个月刚评的厂里技术标标。江寒山根本不是汉山哥，我就说汉山哥那满手焊疤指节变形的糙汉子，怎么可能是这种头发抹的油亮、工装连个火星烫印都没有的花架子？苏厂长，你真把我们专家组当过来走前世吃宴席的冤大头耍是吧？简直是瞎胡闹！婉星，我们走。2位留步，您可千万别急着走啊！老话讲英雄出少年，我们江寒山虽然岁数小，可手上的硬活那是一绝，绝对能让2位开眼。还傻站着当木桩子呢，快把你焊的宝贝给2位专工长长眼。沈老，您请过目，这是我前几天熬了3个通宵手工焊出来的耐压舱试块，还请您多提点。等等，这焊缝有问题。这怎么可能？报告上写的0期密缺陷，焊缝内部居然有3毫米深的层状撕裂暗伤。造假，全是造假！这暗伤要是装到舰上，下了海1加压耐压舱炸，全舰几百官兵的命都得赔进去。没错，就是我亲手焊的，纯手工，半点机都没沾，检测站的人亲眼测的合格。沈总，您看，肯定是这小小超一出问题了。我们厂的检测设备可是花了100万美金进口的，怎么可能出错？绝对不对劲！要焊出哪怕有瑕疵的耐压舱焊缝，都得至少5年以上的手工焊功底。这小子细皮嫩肉的，虎口连个茧子都没有，拿焊枪的姿势都不对，怎么可能敢说自己焊的是块？这里头绝对藏着大猫腻。杨师傅既然能焊出这种耐压舱试块，那肯定是国内独一份的顶尖焊工了。不如你现在就在这台焊台边上，给我们当场焊一段同规格的焊缝，也让我们开开眼界。完了，全完了！我哪会焊这玩意儿？绝对不能上，必须赶紧想办法搪塞过去。您是不知道，我专门调配的耐高压特种焊面，昨天夜里被人偷了。没专用耗材焊出来的焊缝肯定不合格，丢咱们厂的脸是小，耽误了长城号工程可是大事儿。等到过几天的选拔赛上，我重新配好料，再给您大展身手。是啊，沈总。我们江寒山这几天为了配特种焊槽，那真是费尽忘食，连家都没回。好不容易配出来的料被偷，他昨儿急得1宿都没合眼啊！您2位大人有大量，就让他缓几天，等到了选拔赛上，他肯定给您2位一个满意的交代。2位专家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我已经订了渤海大酒店最好的海景套房，您2位先过去休息休息。苏厂长留步吧，我们还有别的安排，就不打扰了，告辞。万星，你说那个江寒山，这人油腔滑调，满肚子虚的，虎口连个焊碱都没有，怎么看都不像能焊出耐压舱试块的人啊！会不会
这其中有诈。沈总，您的直觉没错，这件事确实透着邪性，必须谨慎对待。不过既然他们放了话，咱们就在过几天的选拔赛上见真章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好，那就在场上见。看来江汉山大概率已经不在这里了。不过，既然有了这个江汉山作为配选，如果这个小年轻在选拔赛上真有能力把灵秘密汉凤当场汉出来，咱们对专家组也算能交差了。既然如此，沿海重工咱们也没必要浪费时间去看了。先回招待所，全力筹备选拔赛的事宜吧。寒山哥，找了你这么久都没有你的音讯，难道在这茫茫人海中，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 ？Hello， 亲爱的苏，我是詹姆斯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助手汤姆已经抵达你们代传厂的车间门口了。哎呀，詹姆斯教授，可算把你们盼来了，欢迎欢迎！我马上安排全场最高规格的海鲜宴，为您的助手接风洗尘。No, Sue， 不需要麻烦你。我已经给了 my student 伟大的江师傅的传呼机 number。张寒山，听见没？杨专家的助手到车间门口了，快跟我去门口接人，他们会通过传话机告诉你他们的位置的。坏了，全他妈完了！传呼机根本不在我这儿啊！江师傅，我们这帮老兄弟姊妹给你磕头的心都有啊！要不是你在陆董跟前替我们这帮被薄藏撵出来的老骨头说话，我家那瘫在床上老头子和上学的女儿早就跟着我喝西北风去了呀！桂琴嫂，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千万别谢我，要谢就谢陆董，是他愿意给咱们这些凭手艺吃饭的工人留口饭吃。大伙儿信得过我江汉山，愿意跟着我来这儿讨生活，这份情我记一辈子。在这儿，咱们凭真本事说话，谁也不用看谁的脸色。老姜，你放心，我们绝对给你长脸，把每道汉缝焊得连苍蝇都叮不出缝来。行，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都各就各位，干活。詹姆斯陈的学生。哦，我的上帝，您就是那位了不起的江汉山师傅对吗？我是詹姆斯陈教授的助手汤姆。我们已经到江城港码头了，教授特意派我来跟您学习那不可思议的、堪称艺术品的打磨手艺。您现在在哪儿？我们马上过去拜访您。哎呦我的姐，我他妈想起来了，我的 BB 机！之前江汉山被撵走的时候，趁乱给我抢走了，现在那玩意儿肯定在他手里攥着。那个老东西肯定要把杨专家骗到他那儿去抢功啊！什么？反了他了！这个老不死的狗东西！被我们开了还敢蹬鼻子上脸抢我们博昌的资源，混腻歪了是吧？走，江寒山，跟我去沿海重工堵人。今天老娘非得当面撕了那个老骗子的脸，把属于我们的东西连本带利讨回来。汉山老弟，这就是詹姆斯教授派来的学生，他来干啥呀？陆董，我这也刚接到传呼没一会儿，哪知道啥情况？哦，我的上帝！您就是能焊出零开米缺陷、耐压苍缝焊缝的了不起的江师傅，对吗？我是姓江，确实是个焊工。小伙子，你找我有啥事儿啊？太棒了，可算找着您了，了不起的江师傅！江师傅，我叫汤姆，我跟着教授研究焊接10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完美的手工焊缝。教授特意让我来请您，下个月去漂亮国做行业 keynote 演讲，所有费用我们全包，还付您10万刀利的酬劳。别，小伙子，你先冷静点。这去漂亮国演讲的事儿，我半点信儿都没收到啊。再说，我焊东西是给国家干的，哪能出去赚这个钱？好你个江汉山，你个不要脸的老焊花子！你早就被我们博传开除了，就是个下岗的废人，居然还敢厚着脸皮冒充我们厂的技术股囊，招摇撞骗！赶紧把属于我们厂的外国专家的徒弟交出来！哦，我的上帝！什么？这位江师傅他是骗子？这位金发的外国专家，想必就是汤姆先生吧？对，我是汤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汤姆先生，您头一回来咱们这儿，可被这个老骗子给蒙了。他就是个被我们博传开掉的下岗无业人员。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们刚刚传呼机里说的，他就是在这里见面啊，他就是江师傅啊！好你个江汉山，你这脸都丢到国外去了！
简直是咱们造船工人的蛀虫！苏曼妮，你少在这颠倒黑白！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江汉山3个字，行得正，站得直。我1没偷，2没抢，我冒充谁了？你还敢嘴硬？那对接资格本来就是我的，是你抢走了我的试块，骗取试块，抢走了我的传呼机。什么你的对接资格？江汉山，你脑子进汉渣了吧？那试块每到汉道都有我独有的鱼鳞纹暗标，是我熬了3个通宵焊出来的。什么时候成你的了？有他独有的暗标，江寒山，这是真的。厂长，您可千万别信这个老骗子的鬼扯。沈总日理万机，能记得他一个下岗的老汉法子？那暗标肯定是他偷偷仿着我的汉文刻的。停下！都给我停下！我半点都搞不懂了。我就是来合成007匹密封焊技术的。你们到底谁才是真的江师傅？这人不仅是个满嘴跑火车的骗子，还是个技术烂到拖进度、刚被我们驳船开除的败类。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渣！我最讨厌的就是弄虚作假、没有半点职业道道的人。你根本就不配被称为焊工。我从不弄虚作假，我也没必要弄虚作假。我弄虚作假对我有半毛钱好处？怎么没有好处？你就是想借着外国专家的名头往自己脸上贴金，好哄着陆董给你口外交活吃。你的算盘打的都想到漂亮国去了。可惜啊，你遇上了我，算你倒霉。苏曼妮，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和你一样龌龊。你那种买通洋人助理改参数抢功的下三滥手段，江汉山嫌恶心，根本不屑用。我没那闲工夫，也懒得跟你们这群蛀虫在这磨嘴皮子。我们攻坚队的地盘，不欢迎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闲杂人等。苏曼佳，你闹够了没有？带着你的狗腿子，马上从我的地盘上滚出去！寒山老弟，你现在最要紧的事儿就是赶紧进去处理3号耐压舱的焊缝泄漏报警，那才是关乎长城号能不能按时下水的大事儿。就他，江汉山也配处理3号耐压舱的泄漏故障？陆董，我看你是病急乱求医，彻底疯魔了吧？你居然派个被我们驳船扫地出门的下岗废物去修进口机都搞不定的漏点，你就不怕把长城号的脸丢到太平洋去吗？陆董，给你透个实底儿吧。长城号项目的资质预审组昨天就已经到我们驳船总厂考察完了，人家沈总工程师和陈工对我们江寒山那是赞不绝口，把他当核心技术负责人看待。陆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免得到时候在全国军工验收组面前丢的底裤都不剩。就是陆董，你要是脑子还清醒，就趁早把攻坚队的牌子交出来。到了验收场上，我半分情面都不会给这个老东西留。江汉山，你不会真觉得昨天翻墙进我宿舍偷了我半本焊接笔记，死记硬背了几页焊长配比，就能野鸡变凤凰了吧？江汉山，别听这个老东西在这炸你，你的技术我最清楚，难道还怕他一个被我们开掉的下岗骗子？行，既然你们非要上赶着找打脸，到时候验收场见真章，我要让你们整个沿海重工都跟着你江汉山一起名声臭大街。陆董，我看你到时候这董事长的位子还坐不坐得稳？我这沿海重工能不能开下去，轮不到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插嘴。这简直是我这辈子最糟心的一天！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快把我绕疯了！哼，汤姆先生，咱们走，犯不着跟这帮满嘴瞎话的骗子浪费时间。我带您回驳船总厂。走吧，走吧，我现在终于能去总厂观摩机焊接测试了，这可是我大老远跑过来最想干的事儿。苏厂长，那台进口数控焊接机的4伏电机校准参数差了0.03个干叉，可不是靠死记硬背照猫画虎就能摆弄明白的。到时候真焊崩了耐压舱的钢板，我可半毛钱责任都不担。小心你们把那台宝贝搞成废铁！江汉山，你敢在这儿咒我们？我看你就是红了眼嫉妒，你就是见不得我们驳船总厂好。江师傅，在我们国家精密焊接设备的参数是核心机密，你怎么能随便泄露，还恶意诅咒设备出问题？小子，那台进口数控焊接机的毛病根本不在操作面板上，是内部抢气稳压模块的密封胶圈早就被劣质焊药烧得漏了气。你偷的那半本笔记上记的只是普通工况的参数调整流程，你要是不先把稳压舱的残气全卸掉，上来就赶拧送气阀的固定螺栓，内外压强差就能把陶瓷喷嘴崩飞，碎渣子能扫穿3米内所有人的劳保服。就靠你死记硬背那4页配比皮毛就敢上去瞎调，不仅焊出来的缝全是气孔，原本就脆得像薄纸的高压输气管，当场就能炸得稀碎。到时候闹出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你哭都找不到坟头。我的天，他说的这些参数和故障逻辑，跟我导师上周给我发的设备隐患预警一模一样，根本不可能是瞎编的。
这个人难道真的是詹姆斯教授提过的那个中国焊接传奇？汤姆先生，你别听这个人在这儿胡说，他就是个只会瞎蒙的骗子，装什么技术大拿呢？汤姆先生，你可千万别信他的鬼话。这货连杨大学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他就是在我们厂里成天磨洋工、吹牛皮，半点真活都干不利索。我们苏厂长才把他扫地出门的。就是啊，汤姆先生，这种只会搜肠刮肚、背两句专业词蒙人的骗子，我们国内一抓一大把。真让他站到鸡跟前，恐怕连个焊枪都握不住，能把自己手指头焊在钢板上。江师傅，我们搞高精尖焊接技术的人会不会说话不重要，我们的看缝和参数会替我们说话。但我现在没法判断你们谁对谁错，我要先去总厂看过测试结果再说。苏厂长，我们走。我现在就想亲眼看看你们的技术负责人是怎么调试设备参数的。老弟啊，你刚才说的那大事故到底啥情况？那120万美金的机真能给他们搞成废铁？炸仓，稍有半点差池，就是纳压舱爆燃、机毁人亡的重大安全事故。炸仓，老弟，那可是花了120万美金拉回来的顶尖进口焊接机啊，顶得上咱们全厂3个月的工资总额，怎么会说炸就炸？那台机的氩气稳压模块密封胶圈，老外设计的时候就用了不耐高温的廉价材质，本身就是留着赚配件钱的陷阱。按合规参数开，当然啥事没有。可坏就坏在江长山那兔崽子偷的我那半本焊接笔记里，只记了普通常温工况的参数调试步骤。他为了掩盖偷配方焊为30块耐压舱10块的事儿，偷偷把氧气输出阈值调高了3个刻度。现在稳压模块已经漏了快半小时的气，他要是敢开焊接程序，内外压强差就把模块炸碎，当场就喷溅上千度的焊渣火球，搞不好掀翻整个焊接车间，在场的人连跑的机会都没有。我的个娘哎，这简直是拿全厂工人的命闹着玩啊！老弟，你刚才当着那洋人的面都把隐患说透了，连先排残疾的事儿都点了，他们怎么就油盐不进啊？说白了，但凡江汉山不是个只会死背笔记的蠢货，但凡他懂半点最基础的焊接应力常识，可惜啊，这帮货以为偷了我的笔记就攥着尚方宝剑了，满脑子就想着在洋人面前露脸升官，压根听不进去人话，这就叫自己作死，谁也拦不住。啥？大锤？你说总厂焊接车间已经冒蓝烟了？苏曼妮还拦着不让停工，要等记者到场拍调试成功的画面。老弟，苏曼妮为了在汤姆和记者面前露脸，不光把总厂100多号工人都喊到焊接现场撑场面，还请了省市5、6家报社的记者过去拍什么国产技术突破的假新闻呢。这帮瘪犊子，刚才闯咱们攻坚队的账还没算，现在拿工人的命搭台唱戏，绝不能由着他们胡来。行，咱们现在就走。我带了备用的密封胶圈和应急灌发工具，真到了紧要关头，能救一个是一个，绝不能让国家的设备和工人的命折在这帮崇洋媚外的蠢货手里。走，咱们抄近路赶过去。这回苏曼科可真是搬起钢板砸自己的脚，等咱们把隐患排了，看他还有啥脸再拨传带。苏厂长，快带我去看看那台进口数控焊接机，我需要先调取它的日常维护汤账做调研，再观摩一下江师傅的技术，这是我此行的核心任务。汤姆先生，您别急，这边请。咱们博建的管理绝对合规，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这台机器的温压模块已经严重漏气，而且你们的临时处置完全不符合操作规范，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江师傅，你们的维护代账呢？这种状态的设备根本不可能正常作业。汤姆先生，这您可就外行了吧？这种的程度题，在别人眼里那是大麻烦，但在咱们江缠山的眼里，那根本连个小 case 都不算。您初来乍到不知道，咱们博传这些年所有的高精尖焊接设备，全都是他在调试。这点难度的活儿对他来说，简直比喝凉白开还要简单。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程度的漏气加违规改装，哪怕是在我们漂亮国最顶线的焊接实验室，也需要一个5、6人的顶级专家团队，耗时1周校准才能恢复作业。你一个一线工人，连代账都拿不出来，怎么可能做到？汤姆先生，什么团队，什么当账，我不需要那些，我有这本笔记就够了，一个人足矣。上帝啊，这些焊缝应力计算手稿全都是你写的？这哪里是操作笔记，简直是价值连城的技术瑰宝！当然，这都是我多年一线焊接工作攒出来的心血总结。有了这本笔记，老子今天就要彻底名扬天下，以后整个渤海省的造船圈都得供着我。苏厂长答应我的车间主任位子稳了，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想到你不仅是一个顶级的焊接高手，
你对于特种蜜蜂焊缝的造诣竟然也这么深不可测。江师傅，请你快开始你的校准演示吧，我要把这一切都原本拍下来。汤姆先生，好戏不怕晚，您先别急嘛。我特意托关系请的省市7、8家大报社的记者，马上就要到了。等他们架好长枪短炮，咱们再让江师傅正式开工。我要让全省的人，让整个造船行业都好好看看咱们驳船引进西方管理模式后的真正实力。哎呀，各位记者老师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我们驳船今天沾了各位的光，连焊花烧出来都带金颜色啊！苏厂长，您可真是咱们渤海省少有的巾帼企业家，才上任几个月就把驳船搞得风生水起，太厉害了！哎呦，这可不敢当，都是全场上下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我就是一个搭台子的而已。各位老师，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个贵客，这位是从漂亮国来的国际顶尖焊接工程专家汤姆先生。汤姆先生可是特意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跨洋过来，就是奔着我们驳船的顶尖密封焊接技术来观摩学习的。我们驳船之前是什么烂摊子？一大堆占着位置混吃等死，啥活不会干就会耍嘴皮子的老焊工，把厂子住得空了大半。我上任之后，顶着天大的压力搞减员增效，把这些毒瘤全清出去了。现在的驳船脱胎换骨，手里的技术硬得很，就连外国的顶级专家看了都得竖着大拇指说一声 very good。苏厂长，你这话说的是不是太好听了点儿？就不怕闪了舌头？我手里攥着整整3块焊废的耐压舱试块，你上任之后搞的裁员，根本就是按关系亲疏走。大半有真本事的焊接组干都被你挤走了，还有试焊的耐压舱焊缝频率高达73%，不仅赔了合作厂80万违约金，长城号驱逐舰的订单快被你搞黄了。我倒想问问苏厂长，你嘴里的脱胎换骨，就是靠踢走实干的留下拍马屁的，在对外吹牛皮吹出来的？这货哪来的？你他妈是吃干饭的吗？让你提前把这些老东西封嘴，你干什么吃的？厂长，这是焊接组的刘大锤，塞钱塞了3次都给我扔回来了，油盐不进的主，我也没辙呀。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恶意抹黑我们驳船的声誉。我看你就是被开除的老东西过来捣乱的。保安都死哪儿去了？给我把这个搅事的混账东西手里的石块抢过来砸了！我看今天谁敢动他一根繁毛？是江师傅，江汉山师傅回来了，咱们驳船这回有救了，江师傅回来了。苏曼妮，好大的官威啊！怎么，你们驳船的手段现在这么横了，连拿实锤说实话的老工人都要动手砸证据？我当是谁呢？江汉山，你一个被我裁员清退的老焊工，怎么在外边接不到私活，混不下去了，想回厂求我赏个饭吃，也不怕臊得慌？苏厂长，我们工人丢不丢人，靠的是手里的焊枪，走到直不是焊出来焊放漏不漏气，不是靠吹出来的牛皮有多响。驳船50年的金字招牌，是3代造船工人顶着零下20度的海风，焊花烧穿3层为一幅拼出来的。弄虚作假、蒙混验收，或许能瞒过上级一时，但绝对瞒不过海水的压力，更瞒过舰上善兵的命。闭上你的臭嘴，也配跟我谈驳船的脸面？你这种早就该被时代淘汰的老废物，除了在这泼脏水，还能干个屁？姓苏的，你少在这满嘴喷胡咧咧！各位记者朋友们，你们可都看清楚了，沿海重工的陆董带着我们厂开除的害群之马来砸场子，他们就是嫉妒我们驳船马上要完成内压舱密封焊接的技术突破，故意过来碰瓷儿的。你们可千万别被他这副老实样子骗了，他就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老骗子。江汉山同志，我们查到你3个月前确实被驳船裁员，现在到场，是否对江汉山同志有私人恩怨，故意阻挠验收进程？有人举报你私藏焊接配方，故意刁难厂方，是不是因为嫉妒江汉山年轻有为，故意过来捣乱抢功？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抢什么功劳，更不是为了跟谁斗气，是因为我比你们在场的任何人都清楚那台进口焊接机的氩气稳压模块漏了3天气，已经焊废了37块内压舱试块。我站在这里，是为了车间里200多工友命，更是为了长城号上将来要守海疆的战士的命。我最后再提醒你一次，你偷的那版本笔记里根本没写高温工况下的稳压阈值参数，这不是在开玩笑。你要是敢按着偷来的参数强行开机，稳压模块炸开的上千度焊渣能扫平半个车间，焊出来的耐压舱下了海最多3个月就得漏。这个责任你担不起，整个驳头都担不起。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装好，你就是嫉妒我马上就能拿到验收合格证书，马上就能当长城号的焊接技术负责人。等我今天把这30条焊缝焊完，拿到合格章，我看你还有什么老脸去抢长城号的总焊师资格。
各位你们还不知道吧？就他这种连数控设备都不会开的老古董，居然也想当长城号的总焊师，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说出去都要被整个造船行业笑掉大牙。长城号总焊师，我的天！博船和沿岸重工居然竞聘这个国家级重点工程的核心岗位，重大新闻啊！这绝对是咱们船舶工业今年最核心的大事件。苏厂长，既然你把你们驳船的技术吹得这么神乎其外、天下无敌，那我们今天就是特意带着江汉山焊的零缺电试块来跟你们好好学习学习的。怎么？难道当着这么多人，你们还要强行把我们赶走？苏厂长，你该不会是心里有鬼、心虚了吧？好，想学是吧？那今天就让你们好好学学，别在那磨蹭了，赶紧给我开机焊，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好好开开眼界。江大师，您快启动焊接啊，别把任何时间浪费在政治上。给我来个懂参数的搭个手，谁过来给我递焊墙、调哑气？谁敢去啊？刚才江师傅把参数问题说得明明白白，这要是炸了，那是要出人命的。江大师，你要是不嫌我对国内设备不熟悉，我给您当助手，能近距离观摩您的操作，是我此次来华的最大目的。江汉山啊，江汉山，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连漂亮国专家都抢着给我打下手，你拿什么跟我争总焊师的位子？江汉山，你要是完全不管设备漏气的实际情况，死抱着你偷来的那半本笔记硬焊，不光焊出来的焊缝全是残次品，你不就是怕我今天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焊出合格试块，抢了你总焊师的名头吗？你个被裁员扫地出门的老东西，给我把眼睛睁到最大，好好看着，看老子怎么给你露一手！居然和1988年布鲁塞尔焊接大赛上江汉山先生公开的获奖数据完全雷同，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汉山老弟，你看这小子输参数的样子有模有样的，这兔崽子该不会真瞎猫碰死耗子，蒙嘴参数焊成了？绝无可能。江汉山，你在那晃脑袋摆什么臭架子？看你就是红眼病犯到骨子里了，自己是个被时代淘汰的老废物，就见不得我们驳船好，你就等着看江寒山怎么把你的老脸抽得稀烂吧。苏明浩采购这批焊件硫含量超标3倍，我改的参数能把碳砷数值蒙过去。刚才算的补偿值是多少来着？江寒山，你走岔路了！乱调参数只会让焊缝催化应力超标，一旦稳压模块炸了，上千度的焊渣能扫平半间车间，马上停手！江汉山，你到底安的什么蛇蝎心肠？我们江汉山马上就要焊完试块，拿到验收合格章了，你在这妖言惑众，满嘴喷粪！就是，你少在这装什么技术大拿，我这马上就要收尾过检了，我看你就是红眼病晚期犯了，怕我焊成了抢你总焊师的名头。汤姆先生，这最后一步的检测启动权限，我希望能由您这位尊贵的国际友人来亲手完成。这不仅是为了体现我们驳船和国际解酒的深厚友谊，更是我对您顶尖技术的最高尊重。请。哦，太棒了，这是我的荣幸。停下！把手里的磁卡给我扔了，不能刷！再触发启动就彻底来不及了，全车间都得给你赔葬！大家快看啊！某些人嫉妒的狗急跳墙的样子，真是太丑太好笑了！别理这个疯狗，启动设备，让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好好开开眼界。我的妈呀！这氧气稳压罐要爆了，要出人命的特大生产事故！糟了！氧气泄漏的速度比我预判的快了3倍，再晚半分钟，整个车间的内压舱试块都被炸成碎渣。江汉山，你个挨千刀的老不死，是不是你刚才趁人不备偷偷拧了氧气阀门，故意来到我们驳船的场子是吧？现在扯他妈什么屁都没用，马上切断总电源还能捡回一条命。那根高压氧气管已经快裂透了，再动一下，所有人都得给你陪葬。按我学了10几年的焊接常识来看，这明明就是密封失效故障啊！江汉山先生，这还能进几管电吗？不能再瞎折腾了，这都要炸管喷焊渣了，要出人命的呀！苏厂长，快停手吧！实在不行让江师傅来处置啊！他在车间干了30年，从来没坑过咱们大伙儿。你们这帮吃里扒外的狗东西，都不想端驳船的饭碗了是吧？谁敢再替江汉山说半个字，明天卷铺盖滚蛋！半个点遣散费都别想拿！哼，天天把开除挂嘴边当尚方宝剑。苏曼奴，你也就这点欺负工人的破本事了。工友们别怕。要是这姓苏的敢开你们来我沿海重工报道，我陆振国说话算话，有一个算一个，全收，工资待遇比博康高3成，还优先分筒子楼。拍都给我使劲拍，把这帮故意来我们驳船寻衅滋事的江浙学长全拍下来！
明天我要让他们全上日报头版。不可能啊！明明是一字不差照着偷来的半本笔记调的参数，怎么会冒汗糊？不对，绝对是江汉山这老东西故意装神弄鬼吓唬我，想让我在记者面前丢丑，抢我总汉室的位子，门都没有。汤姆先生，您别怕，这是我独创的高压氩气稳压修理法，讲究先破后立。这点火花就是正常的静电释放而已，半点危险都没有。哦，我的上帝啊，原来如此！我怎么没想到这么巧妙的思路？江大师，您简直是百年不遇的焊接天才。汤姆先生，您尽管放心操作，出了任何事全由我们博建担着，绝对不会让您受半点委屈。大新闻，绝对是省报头版头条！博传100万进口焊接机炸机，外籍专家被崩飞，生死无名。别拍了，给我住手！把钱我们全锁死！今天谁敢踏出去犯错，都由我负责！自己的事半个字都许诺出去！老外现在命都悬在半空中，你竟敢封锁现场非法拘禁！我告诉你，这报道我写定了。江海峰，你告诉老娘这到底是咋回事？你上周不是拍胸脯说跳过3道检测也能搞定吗？我也不知道啊，我明明是一字不差照着。你江汉山，就是我开了你，还能担心吗？用这种断子绝孙的损招报复场子，你简直是丧尽天良！不是我，是他，我早就警告过你。苏曼妮为了拍上级马屁，逼你跳过3道检测，你还是人吗？快拉闸！现在扯这些屁话有个屌用，瞎子都看得出来，这机再漏2分钟压气就得炸成碎渣，快拉总闸呀！这可咋整啊？咱们博传半辈子的金体，还有长城号的工期，这下全完了呀！都愣着当木头桩子呢，人快咽气了。我已经给集团医院打了电话，救护车10分钟就到。都他妈给我闭嘴！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甩锅推责？谁懂急救？再晚半分钟，这老外就真死了。我会，我之前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学过专业的窒息和烧烫伤急救。快过来搭把手！哦，我这是上天堂了吗？汤姆先生，您可算缓过来了。刚才那阵仗差点把我魂儿都吓飞。您哪儿疼哪儿不舒服，快说，我马上叫厂医过来。可不是嘛，您福大命大，这要是真出点事儿，我们全场上下都担待不起啊！我要给漂亮国焊接学会发函，还要通知长城号项目的外方监理组，你们这帮弄俗作假的骗子，必须为这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完了完了，真要彻查下来，偷师傅笔记改参数，用不合格焊陶数罪，并把我最少蹲10年大牢。您先消消气儿，您听我们解释啊，这事真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所有的破事全是江汉山在背后搞的鬼，跟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是他上周签字提交的参数表，我全是照着他给的数调的。少在这往我身上泼脏水，在场的记者和工友们都看得明明白白。好啊，你这不就承认了你早就知道焊厂有问题？果然是你故意憋着坏，你就是等着看我们出丑，想把整个博建都坑死，好抢我的位子是吧？汤姆先生，您可看清楚了，这事儿跟我们博传管理层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全是他记恨我把他开了，故意提交假参数，设套陷害您啊！他就是见不得场子好。你们俩还要不要脸了？记者的相机也把刚才你们强行启动的事儿拍得清清楚楚，你们赖不掉。这机现在毁成这样，稳压模块和松丝系统全炸了，全世界除了原厂没人能修得好。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你修不好，不代表所有人都修不好。自己是个偷笔记的半吊子，也敢出来吹什么总焊师？笑死人了！这现在就是个随时要漏暗器的定时炸弹，彻底废了。你这么能，你上去修啊！修不好少在这说风凉话。对啊，你不是号称博传的定海神针吗？有本事你修啊！你要是修不好，今天这爆炸的责任，还有耽误长城号工期的损失，就全是你江汉山的。OK？ 我凭啥给你修？你姓苏的当初把我踹出厂，扣我焊工证，断我生路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还有我这号人？自己作的孽自己兜，少他妈打我的主意！说的太对了。怎么，你们自己没本事，硬吹江汉山是总焊师，捅了天大的娄子才想起江师傅？哼，这脸打的疼不疼啊？我和江师傅今天就是来考察焊接技术储备的，跟这起炸机事故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就算江师傅愿意出手，你们居然还想把责任全扣他头上？不行，真认了错误，不光厂长位子没了，还得蹲大牢。这样吧，我身为一厂之长，今天就跟你打个赌，你要是能修好这台机，
我当场给你500块当奖金不说，这机器都送你。修不好，今天炸机的责任全算你的。你给我滚出江城，永远别回来。500块，你当打发要饭的呢？这台机你们买成120万美刀，修好了光技术参数就值几百万。你这点钱够买个焊枪头都不够。走，江师傅，咱们犯不着跟这疯女人扯淡。陆董，先别走，这台机我能修好。这绝对不可能！别说是你了，就算是我的导师来了，也不可能学会。你在做梦。好，江汉山，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给你这个机会，你来修。让我修可以，但丑话说在前头，你那500块我不稀罕。但如果我修好了，这台机器的所有核心运行参数校准数据全归沿海重工和长城号项目组所有。机器给我们了，你们驳传半毛钱都别想占。一言为定，谁要是反悔耍无赖，谁就是没种的龟孙子。陆董，您之前替我保住了我爹传下来的焊工奖章，又给我找地方研究焊接手艺，这份情我记住。但我今天要修它，不光是为了报恩。这台机器的核心焊接参数能解决长城号耐压舱焊缝的应力适配难题。只要我修好它，咱们就能彻底打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再也不用看洋人的脸色。老天爷开眼啊！我这辈子居然还能再瞅到江师傅亲自动手推焊配件，可不是咋的？江师傅只要往焊台边一站，咱们驳传的魂就没散。不可能，这机已经彻底废了，核心稳压焊座扎得稀碎，全世界没人能把它救活。装什么大尾巴狼？反正责任已经甩出去了，他修不好，咱们半毛钱损失没有，就当免费在这耍猴看乐子了。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坛，也修不好这堆废铁。这老东西脑子缺陷爱逞能，正好给我当背锅的。Oh my god！ 他根本没拆机器壳，他居然要手工堆焊替代的稳压焊座。这进口机的高精度稳压焊座，那得在漂亮国无尘恒温车间里做上100次应力测试才能造出来。你还想凭手感现场堆焊配件？你当这是胡牛泥玩过家家呢？笑掉大牙了都！上帝呀，这根本是天方夜谭！你怎么就知道我为了吃透长城号耐压舱的应力参数，私底下没手工堆上过几千次焊座，做过上万次适配实验？江汉山，我当初收你当徒弟，本来以为你能接我的班，堂堂正正把咱们中国焊工的手艺传下去，是我瞎了眼，养了你这么个崇洋媚外、偷奸耍滑的白眼狼。今天我就在这儿给你上这辈子最后一堂课，给我把眼睛睁大了，好好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华夏匠人。搁这儿装什么焊神呢？真以为瞎焊2下铁疙瘩就能顶进口高精度稳压焊作用？我看你是老糊涂了，说梦话。等会儿装上去再炸了氧气喷满脸，我倒要看看你江汉山今天能滚着下场。你现在赶紧往财务室跑，支2万块现金出，给这帮记者挨个死里后信封，就告诉他拿了钱回去，稿子往死里黑江汉山，什么故意破坏生产、逞能焊定的屎盆子，全往他头上扣。表姐，那个油盐不进的愣头青记者咋办啊？就他一个孤家寡人，还能掀起什么风浪？只要钱砸够了，舆论还不是咱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的上帝啊，这简直是神迹！焊座成了，苏满念，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我要是把这机器修好了，它的所有核心参数全归沿海重工和长城号项目组所有，这机器也是我们的了。你们驳传，半句话都不能反悔。我要是反悔，我苏曼妮就是你养的龟孙子。江汉山，你要是真能把这堆破铜烂铁修得转起来，我这个驳传代厂长的位置当场摘了帽子给你做也行。所有人都小心，快往后撤！这老东西根本不懂修进口机器，这破机现在就是个随时要炸的氧气炸弹。他自己不要命逞能，还想拉全车间人垫背，快跑啊！怕死？怕死！你现在就滚出去！我可不像你个缩头乌龟，自己闯了祸，临到要命关头，别当命不来头当挡箭牌。我江汉山对自己手里的焊枪本事10000个放心。你大功告成！大功告成！我看你是装神弄鬼装上瘾了，随便焊几下。这堆废铜烂铁要是能转，老娘把它拆了啃成铁渣下去！我的上帝啊，是你！把
87年北京全国汉宫比武，我当观摩嘉宾见过你。你这玉林纹走枪手法，全世界独一份儿。汉族儿的颜色和风度，连头发丝都插不进去。手艺这东西是汉枪攥了10几年，是条汉了几10万根，实打实熬出来的。不是偷摸撕了我2本汉阶笔记，改个参数冒领功劳就能蒙混过关的。汤姆先生，你可别被这老东西骗了，他这是故意装神弄鬼。他这汉阶玩路中看不中用。对啊，汤姆先生，连你导师漂亮国汉阶学会会长都修不好的故障，他江汉山一个被我们开掉的只会蹲车间握汉枪的老子，怎么可能有这本事？不对，江先生刚才跳的技走道程序，还有步汉的应力释放手法，太专业了。什么狗屁大师水准？你被他蒙瞎了眼，他就是想把水搅浑，好让他挂靠的沿海重工抢咱们长城号的项目。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们就算把天喊破了，也改不了板上钉钉的事实。既然你们不见棺材不落泪，那老子就亲手启动，给你们把眼睛擦亮了，好好看。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个被我们开掉的老工人，怎么可能真的修得好这台进口机？我的个亲娘嘞，转起来了！这进口机真的连半分抖颤都没有，完美跑起来了！太神了！江汉山居然真的把这台怕了报废的进口焊接机给救回来了！苏大厂长，你可真是咱们渤海省重工业圈百年难遇的活菩萨呀！我要是没记错，这台进口焊接机当年可是砸了180万才拉回来的吧？你刚才居然拍板要500块奖金聘请修理，这回好了，参数都是我们的了。我陆振国代表沿海重工全体员工给你鞠躬道谢啊！送这么大个礼，还打自己的乌纱帽，太够意思了。江老弟，我陆振国果然没看走眼。陆总言重了，我得谢谢您当初在我被人栽赃陷害、扫地出门的时候，愿意无条件信我这个粗人。这参数就当是我给长城号项目的见面礼了。这简直是奇迹！这绝对是世界级的顶尖催焊接神技！我给你开20万美金的年薪，独栋别墅，专属焊接实验室。你现在就跟我签合同，我马上带你办签证去漂亮国。陆董，这机就算修好了，那也是我们博盛大真金白银买来的，现在是我们的内部资产，我要拉回去报废销毁。你他妈敢跟老子玩毁证是吧？老子告诉你，刚才当着这么多记者、这么多工人的面，你说了这机器参数给我们的。江潭山，你刚才不是拍着胸脯跟我保证，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凡也修不好这堆废铁吗？你告诉老娘，为什么江汉山这老东西修好了？这根本没修好，假的，全都是假的。他偷了我们仓库里存的漂亮国原装稳压焊座换上去的。对，就是这样。你们都动动脑子想想，怎么可能有人不到2钟头就手工堆出符合应力标准的稳压焊座，再焊接好？更何况他江汉山就是个连大学都没念完的老焊工。我跟你们打赌，后续用他焊的内压舱全通不过气密测试。你们全被这个老骗子给蒙了！哈哈哈哈！是不是耍花招蒙人？轮得到你们博传的人瞎操心？这机器现在跟你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现在是我陆振国合法拿下的国有资产。汉山老弟，走，接上你家念安，咱们今天去江城九江摆10桌庆功酒。江汉透，你不是天天拍胸脯吹你是刘洋认证的焊接大闹吗？老厂长拿你当宝贝疙瘩，连詹姆斯教授都给你递过推荐信，结果呢？你他妈连个被咱们扫地出门的江汉山都干不过。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厂长，你听我解释啊，那鸡根本就是临时撑着的花架子。江汉山那就是走了狗屎运，瞎猫碰上死耗子蒙的，后续焊耐压舱肯定通不过气密测试。曼妮，你到底搞什么名堂？咱们厂当年砸了180万拉回来的进口焊接机，怎么被陆振国那小子拉走了？老厂长，您消消气儿，您听我跟您解释啊，那台机前几天焊钢板炸了稳压舱，都彻底成废铁了，留着就是个随时要炸的氧气炸弹啊！彻底报废了，江寒山都修不好吗？是啊，小江师傅亲自拆机检查了3遍，他一口咬定那台机器已经彻底废了，现在卖废铁都没人愿意收啊！那就好，那就好，既然是小江亲自看过的，那我就放心了。咱们厂里技术上的事儿
全挺小江的，他说修不好，那就是真的没救了。我抽空让大锤去仓库核对一下报废记录啊。江汉山，我肯定是信你的。那台破机的事咱们就当没发生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下个月的长城号焊接技术全国选拔赛，那才是你露真本事的正地方，也是咱们博传彻底翻身的好机会。只要你拿下全国冠军，江汉山的老东西算个屁，咱们的 KPI 也能全达标。苏明浩，你现在赶紧去找那帮今天来的记者，每个人塞5000块红包，把他们的嘴给我堵得严严实实的。我不想在明天任何报纸上看到半条咱们博传炸机被拉走机器的负面消息。表姐，咱们厂账上真的没钱了，这要是强行挪用备用金，那工人们下个月的工资可就发不出来了，到时候工人闹到厂门口的事可就大了。江安山，是你先回车间准备选拔赛的事去吧，好好练手，别分心，这点小事我来处理就行。工资都什么时候了，还管那帮工人的狗屁工资？谁顾得上他们？咱们得提前铺好后路了，大不了卷钱去国外享福。老少爷们都静一静，今天这顿不是普通的吃席，这是专门给咱们沿海重工的首席焊接大拿江汉山江师傅摆的庆功接风酒。咱们刚完成长城号首批耐压舱试焊，全达标，今天敞开了造，所有花销我陆振国全包了。多谢陆董看得起，给我江汉山，也给咱这帮兄弟一口踏实饭吃。也多谢大伙儿信得过我，愿意跟着我老江干。陆董大方，请咱吃这么好的席，可咱都是靠焊枪吃饭的工人，知道每一分经费都是国家给的公关钱，绝不能乱造。今天大家伙儿放开肚皮吃，吃不完的装盒带回去给家里人尝鲜，剩下的宴饮预算，我提议全转成咱们焊接神组的公关奖金，给大伙儿加股劲儿。陆董，您先跟兄弟们喝着，我去趟走廊吹吹风，醒醒酒气。快去吧，快去吧，赶紧回来啊！一会儿我还得跟你碰3大杯。汉山哥，我到底上哪儿才能找到你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走神没看路，撞疼您了吧？没事。哦，谢谢您啊。这个声音，还有那根焊帽绳，我肯定在哪儿见过，到底是在哪儿啊？师傅，您是博传的工人吧？请问这酒家2楼的宴会厅是谁包场的？是沿海重工的老板在请工人们庆功。沿海重工吗？应该是我听错了吧？以汉山哥的能力，怎么会在这种小地方？再过半个月就是长城号焊接技术全国选拔赛了，到时候汉山哥可能会来的吧？我这把老骨头退下来之前，总算是给博传办了件积德的大好事啊！当年拼着挨处分保住了汉山这孩子，有他在，咱们辽南工业县就有主心骨。我也算对得起那帮跟我焊了半辈子船板的老伙计们了。老厂长，出大事了！咱们博传的苏曼妮和江汉山把好好的机器给了沿海任工，你快看头表，记者都捅到报社去了，现在全工业系点都知道这事儿了。怎么可能？汉山不是说了那个机器也已经完全报废了吗？博传管理乱象致百万国有资产险流失，特级焊工江汉山力挽狂澜。苏曼居然敢骗我！老厂长，您消消气，医生说您不能动怒啊。老厂长，您居然被气得站起来了！苏曼妮，给我买最近1班回市内的车票，马上！我要回博传，现在就走。报纸你到底5言是没有？江寒山顶不住事儿的风声，你就给我卷铺盖滚回乡下去！表姐消气儿，我办事您还能信不过我？全搞定了，我已经跟都打过招呼了。好，算你小子办了件明白事儿。江汉山那个东西，就算有天大的本事，现在人在沿海重工，他也休想翻出我的手掌，伤心。好消息，我刚接到组委会的通知，我的导师詹姆斯陈教授被评为本次长城号焊接选拔赛特邀评委，已经订了最快航班往江城飞。苏厂长，你有那位先生的联系方式吗？老师想请他吃饭，聊聊技术问题。又是江汉山，这洋鬼子真是他妈阴魂不散，哪壶不开提哪壶。哎呀，汤姆先生，那个江汉山根本就没什么真才实学，全是瞎猫碰死耗子蒙的。可是我亲眼看见他神乎其神的手艺，
汤姆先生，您用您那聪明的西方大脑好好想一想，真有本事的技术大拿怎么会被我们厂开除啊？难道我是个脑子不清醒的傻子吗？马上大赛了，那才是拼真刀真枪硬实力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寒山师傅当场给大伙露一手。哈哈哈哈，有道理，选拔赛肯定特别精彩。我这就给导师回消息，让他下飞机直接去选拔赛现场。沈总，您先停一停，看看这份博传报上来的参赛试片检测报告。你看他们吹得神乎其神的江闪山，报上来的试片居然有个只有入行不满3年的新手才会犯的收局弃广。不过这个试片的打底汉文里，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你看这鱼鳞纹的弧度、收弧的角度，全是当年江汉山独创的手法。我跟他搭档焊过3年货轮，绝不会认错。看来江青山是偷了江汉山早年焊的旧试片来参赛，新旧焊痕氧化程度不一样，没注意到收弧它的暗气孔。这次选拔赛怕是要当主戳穿个大骗局啊！沈总，这些企业送来的宣传材料真真假假，水分太大，咱们当个参考看看就得了。到底谁是李鬼，谁是泥鬼，谁是真有本事，谁是装样子的草炮，到时候都是焊枪下见真章。是啊，焊缝是不会撒谎，技术也是骗不了人。我们作为专家组，绝不能被这种舆论牵着鼻子走，得有自己的专业判断。老姜，别摆弄焊枪了，号都给你领好了。咱今天不用有压力，就当来给大伙露两手咱老工人的真本事。刚才组委会说补录通道开了，我连夜给你报的名，资格都审过了，一会儿上场就按平时焊南压舱的手法来，啥都不用怕。陆总放心，我这手艺跟了我30年，多大的阵场都镇得住，绝不给咱沿海重工丢脸。沈总，往届金奖科主的资料我都整理好了，你要的特级密封焊专项人才的名单也都筛出来，您过目。这次选拔赛关系到长城号能不能按期列装，关乎咱们海军能不能用上自己造的驱逐舰，半点疏忽都不能有。沈总成功，这是沿海重工刚递的补录申请，说是有个特级技师之前被博江开除了，资质够格，麻烦您2位审下。这怎么可能？沈总，您怎么了？这申请有什么问题吗？江汉山，江汉山，你看，那不是沈总跟陈工吗？他俩肯定是特意过来关照咱们博传的。一会儿你好好表现，拿了第一，我给你升总工程师，奖金翻倍。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被我博传开除的江汉山吗？怎么着，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苏厂长，选拔赛有补录通道，只要技术达标都能报名。补录？我看是走了什么歪门邪道吧？你一个下岗工人，连数控焊接机都不会用，也敢来凑热闹？赶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专家组入场。江海山，快看，他俩果然是过来找咱们的。一会儿你给我好好表现，别给我掉链子。这是沈总工。哎呀，陈工、沈总，您2位怎么亲自出来了呀？沈完工，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个被博传开除的下岗工人赶出去！闲杂人等也配往前凑，冲撞了专家你担待的血！汉山，真的是你！90年全国汉江比武，我当主评委。你焊的那道零缺陷焊方，我存了6年当样板。你鬓角怎么都白成这样了？我刚才晃眼都差点没认出来你啊！沈总，江师傅，我找了你快半个月了。你是当年跟我一起焊05摇型货运轮的小陈工？汉山，这6年你在博传被挤兑着干杂活，受委屈了啊！沈总、陈工，你们绝对是认错人了，要么就是被这个老骗子给骗了。这老东西在我们博传混吃等死了这么多年，他连进口焊接机的英文操作面板都认不全，就因为他消极怠工，耽误南压舱工期，我才表博传开除了他。他懂个屁的特种密封焊啊！放屁！江汉山当年拿焊工金奖的时候，你苏曼妮还在漂亮国念预科班呢。他手工焊的耐压舱焊缝，连漂亮国的詹姆斯陈都拍过照当教学案例。他会认不得操作面板，你到底懂不懂技术？懂不懂什么是人才？沈总，我苏曼妮可是正儿八经从美利坚留学回来的船舶工程硕士，在我们博传，我不懂技术，难道还有谁比我更配谈技术？2位专家，你们是被他蒙了，你们根本不知道他私底下是什么德行。他江汉山就是个油盐不进的老顽固，
天天抱着个破氧焊山枪当宝贝，仗着自己进厂早就百老资格，事事跟我们博传的减员增效改革对着干，纯纯的害群之马。这种干啥啥不行、抬杠第1名的废物，留在厂里就是吃白食的蛀虫。我开除他，那是替博传清蛀虫，替全厂职工除害。你给我闭嘴！你好好看看这2块试片，哪个是灵秘兄弟缺陷的真手艺，哪个是漏得冒泡的残次品？你这个蠢钝如猪、崇洋媚外的蠢货！这钢印是88年江汉山补焊035潜艇耐压舱时打的。当年他焊的焊缝，连来考察的美方专家都拍了照当教学样板。你说他偷奸马滑，惹是生非？88年冬船库漏风零下18度，035潜艇内压舱焊缝漏了，要赶海试工期，他在船坞里焊了整整36小时，手动的裂的漏焊渣，连50块钱的加班补质都没要，半字没跟人提过。你也配站在这儿污蔑他？你们居然连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都记着！不可能，这绝对是编的！你们铁定是被这老东西惯了迷魂汤！就算他以前有点本事又能怎么？那都是7、8年前的老黄历了，现在是数控焊接自动化的新时代，他那点老手艺早就过时了。江寒山才是我们博建真正的技术顶梁柱，他不仅精通数控焊接技术。就连国际顶尖的焊接专家詹姆斯陈教授都对他赞不绝口，特意飞过来要见他。大家让一让，我的导师詹姆斯陈教授来了。詹姆斯教授，您可算来了。詹姆斯教授，您可算来了！这位就是我们博传的技术总负责人江寒山，您要的焊缝样本都是他焊的。詹姆斯教授，您好，我是江寒山。汤姆先生，您跟教授要找的技术大师就在这儿啊，他就是江寒山。No，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年轻人，这笔记也不是他的。哦，我的上帝啊，真的是你，江汉山，我的老朋友，整整8年了。88年我来考察035潜艇焊接技术，可算再见到你了，詹姆斯，居然真的是你这老伙计！当年你还偷摸跟我学了3天鱼鳞焊呢。詹姆斯教授，您肯定是认错人了，他就是个被我开除的老混子。你说他是混子，那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国际焊接学会的院士，连混子焊的焊缝都分不出来？8年前，我是中美船舶技术交流团的首席观察员，他手工焊的耐压舱焊缝。比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数控焊接机焊的精度还高3倍。他是我詹姆斯这辈子唯一心服口服、五体投地的顶级焊接大师。我的天哪，居然是您！您才是我找了半个月的焊缝样本作者。这不可能，明明是我亲手赶出厂的废物啊！完了，全完了！别看见我，千万别瞅见我。江，整整8年啊！当年你手工焊的035潜艇耐压舱焊缝，比漂亮国最先进的数矿焊机精度还高3倍。我这次来长城号焊缝故障，找了你整整半个月。老伙计，这点手艺都是给国家干工程练出来的，不值当你记这么久。能一起把长城号的难关闯过去，我这心里比啥都敞亮。詹姆斯教授，您之前不是亲口跟汤姆说对江汉山的技术赞不绝口，特意飞过来就是要见他的吗？您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呀？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江汉山这号人。我推了2个国际焊接峰会来中国，是来查长城号焊缝漏点的。要找的人从头到尾只有江汉山一个。哦，我的上帝啊！我终于搞懂了，原来你们从头到尾都在蒙我，你们这是工业界的败类，简直无耻到了极点。江汉山，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当初不是拍着胸脯跟我赌咒，说你是老厂长和詹姆斯教授都认可的技术大拿吗？你不是说江汉山就是个连进口焊机面板都认不全的老混子吗？厂长，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查出来焊接纹的特征啊！我废物！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你把我这辈子的前途，把博江的项目都毁了！老厂长，你可算来了，你快给大伙评评理啊！我当初开除江汉山，提拔江汉山，全都是照着您之前的人事调整指示办的呀！您可不能不管我啊！老厂长，您快当着说句公道话呀！江汉山明明是您亲口认可的技术骨干，对不对？苏曼妮，我当初躺在病床上跟你叮嘱800遍，让你无论如何得把焊接组的小将留住。你他妈到底干了什么混账事儿？我留了，我当然留了。您说的
不就是焊接组的江寒山吗？我还特意破格把他提起来当技术总负责人了。江汉山，江汉山算的个什么狗屁东西？我说的是江汉山，是当年我冒着零下20度的大雪，在他家门口站了3天3夜，磨破嘴皮子，才请回厂的特级技师。你他妈是故意装聋冒傻，偷换人名！汉山啊，老头子，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这大半辈子守着厂熬的心血，更对不住咱们泊船上千号盼着厂好的工人呐，让你受了天大的委屈了。老厂长，您千万别这么说，这压根就不怪您。只要咱们大伙儿拧成一股绳，咱们泊船就塌不了，长城号的项目就黄不了。江寒山，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当初是不是冒名顶替，说你是老厂长要留的技术大拿？厂长，是真不能怪我，是你说只要把江汉山挤走，你就给我分房提干，还给我申请去漂亮国进修的名额，我才敢跟你一起搞冒名顶替的。个狼心狗肺的狗杂种，我要告你侵占技术机密，我要告你诽谤，让你蹲大牢，把牢底坐穿。苏厂长，您再信我一回，我这几年也真啃了不少数控焊接的书啊。咱们现在不就在长城号焊工选拔赛现场吗？只要比赢了，咱们还有翻身的机会啊！我是江汉山曾经的徒弟，青出于蓝还胜于蓝呢。今天这场焊接比试，我绝对能赢他。对，选拔赛，这是我唯一的翻盘机会。对，选拔赛，今天可是长城号驱逐舰内压枪焊工的公开选拔赛。怎么着？你们难道想仗着身份和过去的交情取消比赛，内定这个老东西吗？既然是比试，那就得在焊机跟前见真章。吴曼妮，你这蠢到骨子里的混账东西！这笔记封片内侧有江汉山当年刻的焊枪钢印，还有刘大锤等3个老工人亲眼看见江汉山偷笔记的证词，他就是个偷奸耍滑的冒牌货。你还嫌咱们薄将今天在这儿丢的脸不够现是吧？你搞清楚，现在我才是渤海机烧厂的代厂长，厂子里的事儿轮得到你个退下来的老东西指手画脚？我就是信得过江寒山。现在比赛哨子还没吹，谁输谁赢还两说着呢。你畜生，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啊！连官方认证都敢造假，你是想把全场几千号的饭碗都砸了吧？苏曼妮，你少在这撒泼打滚，鬼哭狼嚎。这次长城号导弹驱逐舰内压舱焊工选拔赛全程公开，绝对公平，半分猫腻都容不得你耍。所有输赢全凭真技术说了算。好啊，那怎么还不开赛？磨磨唧唧耗这么久，合着你们组委会是想趁这功夫给你们的老熟人江汉山偷偷漏题是吧？苏曼妮，你说话最好过脑子。这儿站着全国各地的记者，海军评审组，沈总工也在，上千双眼睛盯着呢。比赛现在就开始，谁是真本事，焊机跟前一验便知。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开赛！江寒山，给他们好好露一手，让这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见识见识咱们博川的真本事。喂，明浩，别管采购科那堆吃回扣的烂账了，赶紧把家里所有现金还有咱们攒的2000美金都带上，去买2张最快飞漂亮国的机票。就是现在，马上！所有参赛选手听好，本次长城号选拔赛考核内容是按照组委会现场下发的绝密耐压舱焊缝图纸，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0.7密缺陷的核心密缝焊接。比赛正式开始。这焊缝标准，我偷来的笔记里根本没写过，完了，彻底栽了。怎么调参数啊？我偷的那本笔记里根本没提过这个工况的焊接电流啊！沈总工，您这是怎么了？18年前汉山就是这个架势，西方专家甚至咱们自己的科研人员都不看好他，说他一个一线焊工绝不可能手工焊出潜艇耐压舱的零合密焊缝。可他就是在满场的嘲讽和质疑声里，硬生生干翻了所有国外来的焊接专家，拿了头名。哎，快看快看，电流过载了，这条焊缝报废了啊！废了，全毁了。报告组委会，耐压舱焊缝焊接完成。本次长城号导弹驱逐舰耐压舱焊缝气爆要求为0泄漏，江汉山焊接的焊缝实测泄漏率为0，完美符合要求，甚至
远超绝密图纸的设计指标。完了，彻底栽了。最后这根救命稻草折成了渣，国强我是待不下去了，必须跑！警察，怎么警察过来了？你们凭什么拦我？我可是渤海胶砖厂的代厂长，你们敢碰我一根手指头，信不信我找漂亮国律师告你们？我要举报，这个喝洋美水喝到狗肚子里的海龟厂长，根本就是个西工人血的屁虫。当初故意给江汉山师傅穿小鞋逼他走，害得那台进口数控焊接机差点报废。他还丧心病狂吃了300多万的采购回扣。你给我闭嘴！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犯罪配什么犯？还有更缺德的，这几天他跟他表弟苏明浩合起伙来，把厂里原本用来给大家发工资的80万专款，全偷偷转到他私人账户上了。他昨天就偷偷托人订了2张飞洛杉矶的机票，就是要卷钱跑路。你这个狼心狗肺、挨千刀的畜生啊！沈总工，江师傅，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们放我一马吧，我还年轻，我真不想蹲大牢啊！师傅，你就饶我这一次吧，我都是被苏曼妮这个毒妇蛊惑，全是受她指使的啊！我现在把他的罪证全抖出来了，也算将功补过了，对不对？我以后肯定在车间给您当牛做马，脏活累活我全干，求您别让我进去啊！江师傅，我真的知错了，你就把我当个臭皮囊了，行不行？我给你洗一辈子汉服，烧一辈子饭都行啊！师傅，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活命的机会啊！我以后再也不敢干灭良心的事儿了。机会？我前前后后给过你们多少次回头的机会？平时你们挤兑我说我老手艺过时要被淘汰，我都能当没听见。哪怕你江寒山偷了我攒了30年的焊接笔记冒名顶总工，我都只当你是年轻人走歪了路。但你们千不该万不该碰那根要命的红线，不该动全厂工友卖命换的血汗工资，中饱私囊。我能容你们，是砸锅卖铁拼着命建起驳船的老爷们容不下你们。国家的王法更容不下你们。全他妈完了！我留洋熬了半辈子，爬上来，最后连根毛都没捞着啊！师傅，我不想蹲大牢，你跟警察同志说说情，行不行？我真的知道错了啊！我代表长城号新型导弹取油舰工程专家组正式宣布，本次选拔赛，江汉山同志获得第1名。好样的，江师傅，咱们沿海重工的脸都让你给挣足了。汉山哥，这次你牵头的长城号全舰密封焊接任务，时间紧，担子重，难度比预想的大太多。西方对咱们的焊接技术封锁堵得密不透风，现在就缺你这样有真本事的实操型人才挑大梁。沈总工、婉星，你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只要国家需要，我江汉山就算焊瞎这双眼睛，也绝不能给咱们中国工人丢面子。精彩，太精彩了！江，跟我走吧，去漂亮国加入我的焊接实验室。只要你点头，绿卡、加州海边独栋别墅、凯迪拉克豪车，马上给你兑现，年薪最少100万美金。我还给你配全世界最顶尖的实验室和数控焊接机，你要什么设备我都给你弄来。江师傅，这可是多少人几辈子都求不来的好事啊！在漂亮国，在詹姆斯教授的实验室里，您的手艺才能真正发挥到极致啊！你们这里不欢迎你们，出去！还有漂亮国绿卡和海边大别墅，这条件搁谁不迷糊啊？汉山哥，这么大的诱惑摆在跟前，你到底会怎么选啊？詹姆斯教授，我能不能先问您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哦，江，你想问什么？要是有别的国家给您砸几亿美金，让您这辈子都不准回祖国，还得给人家干活，反过来对付您的家乡，您能答应吗 ？No， 绝对不可能！那是我的根，我的家，绝不会干那种卑宗妄祖的混账事儿。我跟您是一样的心思，詹姆斯先生，谢谢您抬举我，但是对不住，这个邀请我不能接，我的根在这儿。江师傅，您是不是糊涂啊？那可是100万美金啊，还有加州的别墅和斯坦福的实验室，您在波船焊8辈子也赚不来这个零头啊！那些在我眼里就是一堆够不上咱们长城号焊缝标准的废铜烂铁。我生是驳船的人，死是胡下的魂，我哪儿都不去。江，我虽然非常没法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但我打心眼里敬重你的手艺和骨气，你对祖国的这份热爱太让人钦佩了。今天能亲眼见识你这神乎其神的手艺，我这趟中国之行已经值透了。好啊，有你这手艺这份心，咱们自己造的导弹驱逐舰铁定能劈波斩浪，铁定能。沈总工，婉星，只要长城号用得上我
我这条命随时豁出去。10、9、8、3、2、1，启动！长城号试航圆满成功，核心参数全部符合海军要求。泰山哥，我们成了！咱们自己造的导弹驱逐舰终于驶出领海了。是啊，晚星，咱们没日没夜熬了2年，连春节都在车间蹲着想汉朝配方，终于成了。汉山同志啊，这2年为了啃下0厘米汉凤，你吃在汉台边，睡在汉台边，整宿不合眼。前阵子抢修漏点还被湖光晃肿了眼睛，真是苦了你了。沈总工说啥苦不苦的？一想到长城号能护着咱们的海疆，浑身力气就跟用不完似的，连白头发都好像少了几根，心里就一个念头：绝不能给咱们中国工人丢脸，绝不能给国家拖后腿。好样的！让我们向江汉山同志学习，向江汉山同志学习。